药丸、胶囊，那为何物啊？就是一些丹药之类的东西。哎呀，没事啦，你好好休息，我把这个吃完再陪你聊。说着将手里的毛线捋了捋，加快了速度。上官慈见他脸上洋溢着笑，看起来还贼兮兮的，便伸手过去捏了一把他的脸。滑嫩的手感让上官慈有些心猿意马，奈何这身子条件不允许。干嘛？他脸蛋儿被捏了起来，有点婴儿肥了。本座看你一直在傻笑，也不明白你在笑什么。哼！白青青娇哼一声，拍开他的手。大人可还记得那2个长得很奇怪的商人？记得，可是有什么不妥？没有，我那时见他们那儿还有一些针织的毯子。大人不如派人去问问，若是有了，便买些回来，我们铺在地上会暖和些。还有这种粗线，也一并买回来。大人，他瞧着上官慈看他的目光有些奇怪，便心虚地问：是不是太奢侈了？对不起啊，我没有想过那么多。没有，本座只是觉得夫人真好看，又好看又能干。也不知他说的这个能干指的是哪方面。那是，也不看看大人娶的是个什么样的女子。我那可是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。大人你娶了我，可是你的福分。是福分。好啦，大人今儿个气色挺好，也说了半天话，歇息吧。他过去扶着上官慈躺下，好不容易才生个病，那边好好歇着，府里一切都有我，大人就不要太担心了。好。说了许多话，他也乏了，看白青青守在自己身边，便安心的睡过去。第3天，上官府开始收到来自各府的拜帖，都被张管家以上官慈昏迷不醒给拒绝了。几位舅娘表哥，怎的今日全都来了？那事儿我们也听说了，老太太要我们来看看，顺便呀给外甥女婿带点补品来。三娘子可是听说了上官慈是个正常人，也看着顺眼了。白青青刚喝到嘴里的茶便喷了出来。外甥女婿？谁？上官慈？瞧瞧，给这妮子激动成什么模样了？怪不得那一日我见了这丫头，觉得有些不一样了。原来啊，是这个原因。是啊，既然好了，就是皆大欢喜。上官大人年纪也不小了，青儿既然是喜欢着，也该为上官家开枝散叶了。这开枝散叶一说出来，白青青立即红着脸娇嗔了一句：“四舅娘！”惹得他几个舅娘和表哥一顿大笑。白青青又瞪了一眼上官慈，只见对方极为宠溺的看着自己，也就作罢。咱们都是一家人，也就不和你们兜圈子了。青儿既然嫁给了上官大人，你二人也圆了房，不管上官大人是否愿意承认，你都是姚家的外甥女婿。加上那夜之事，你与姚家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了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想必也有许多人都登门吧。姚家也是如此，只是希望日后上官大人做什么决断前，多想想青儿，或许还有你们的孩子。上官大人是聪明人，自然能明白我在说什么的。无论你做什么，姚家会在你身后，而我们几个人的家族也会在你身后。可我们都希望这个决定会是正确的。本座定当护青青周全。那就好。大娘子笑了，青儿身后是姚家，护着青儿也就是要护着姚家了，这个答案她已经满足。好了，咱们不说这个了。三娘子起身走到上官慈面前。前些日子呢，大嫂嫂回去与我们说了，上官大人说这改口的红包得大些，我们几个人都是俗人，也就准备了一些。青儿带上来。他看了看自己的儿子姚军。是。姚军笑着抬上来一个箱子，打开盖子后发现里面满满的都是金银首饰。一点心意，还望上官大人别介意。他胸有成竹地看着上官慈，心里忍不住窃喜。上官慈无奈地笑了，最后一拱手。三舅娘。差点给白青青吓得从软榻上掉下来。哎，他得意地应着坐了回去。哎，瞧瞧上官大人与我们青儿多般配。四娘子说着又掏出一沓地契递给上官慈。微微薄礼，不成敬意。四舅娘。嘿，四娘子也应了，很爽啊。接着便是大娘子与二娘子分别给了一些铺面与银票，再后来就是白青青的表哥们分别给了一些长命锁、文玩字画之类的，有一些是给小孩子用的。上官慈也一一叫了过去。这一圈下来，上官慈感叹：这些人是哪里来的这么些个东西？从哪儿掏出来的？看上官慈挨个叫了一遍，白青青忍不住嘴角上扬。上官慈能从心底接受姚家，他是很高兴的。只是一家人了，就是不一样。往日里见得心惊胆战的，如今也被上官大人叫声一声舅娘，我这出去啊，都得横着走。四舅娘，白青青娇嗔了一声，脸红得跟苹果似的。她瞧着上官慈闷着头，也是一副大红脸，不由觉得有些尴尬起来。瞧瞧这脸皮薄的，还不能说说了。四娘子手一挥，说道：“怎么，
我们给你们家带来了这么多东西，连顿饭都不打算让我们吃。四舅娘哪里的话，怎么会没顿饭吃？青青，你去找管家张罗一下吧。上官慈缓了缓，正色道：“江府里那些个好酒也都拿来，给几位表哥尝尝。”好。白青青与他相视一笑，去外面叫人寻了管家到厨房，开始安排晚饭。等他将饭菜安排好，便赶紧回到院子，怕他几个舅娘给上官慈生吞活剥了。待他回到屋里，却发现他们相处的异常好，有说有笑，上官慈看起来也自然多了。饭菜都备下去了，几位舅娘表哥不如先歇歇，等饭菜好了我们去吃。你说到这儿，我们也累了，是不是？青儿带几位舅娘表哥先去休息吧。他看了一眼上官慈，带着10几位娘家人去了祥兰院歇息。将娘家人安顿好，他一路上都在掰着手指头数着几位舅娘表哥们给的礼，笑得都合不上嘴了。大人，来，怎么了，大人？他屁股还没挨着床呢，就被上官慈拉进怀里。上官慈的掌心揉着他纤细的腰肢，在他耳边轻声说道：“九位舅娘问我们何时打算添丁。九位舅娘问我们何时打算添丁。”他温热的气息洒在白青青脸上，让他整个人都跟着烧了起来。还不结，大人身子还虚着呢。他现在这个身体也不过10几岁，还不适合生养。他想要等2年，大一些了，身体也会好一些，到时候再考虑生孩子。虚。上官慈确实还有些烧，可身子骨也是硬朗的呀。白青青今儿个算是秀才遇上兵，本来也是为了他好，结果他却使坏，也不顾着自己的身子，便向白青青就地正法。要等谁醉一场约定的梦？愿只愿之后，白青青哀怨地看着神清气爽的上官慈，忍不住嘟囔了几句：“清瘦。”上官慈穿戴整齐后，看坐在床上眼神幽怨的白青青，笑着说道：“青青怎的看上去委屈了？”登徒子，自己还病着呢，这么闹腾也不知道节制一些，这丫是想要他的命吧？上官慈笑了笑，没有反驳，他去拿了新的衣裙递给白青青。为夫在床上躺了这些个时日，辛苦夫人了。上官慈一口一个夫人，叫得白青青有些飘了。他白了上官慈一眼，嘴角翘着说道：“就你理由多，还不快将衣裳给我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？一会儿舅娘他们都该来了。”他可不想被几位长辈撞上，那多尴尬呀！上官慈叫人打了水替他擦洗着，随后给他穿上衣裳。越发出落了。他是见着白青青一步步到现在，从一开始那个瘦不拉几的小丫头，到如今这副勾人夺魄的模样，愈发的觉得自己当初没有听骆老的话是对的。若是将他给杀了，那自己可就真的是孤家寡人了。白青青抬手将他的手拍到一旁，拉了拉自己的领子，想将那些痕迹盖住，却发觉根本就盖不住。上官慈，他叫了一声，就看见上官慈老实的站在一旁，背着手看着他。他气鼓鼓的将衣裳穿好，下床的时候腿一软，若不是上官慈接住他，他就要跌倒在地上了。夫人小心些，一会儿为夫扶着你，外面积雪路滑，当心摔着。他声音充满了磁性，白青青一张小脸都拧到一起了。他在想，上官慈绝对是故意的，这么冷的天还给他挑一件露脖子的衣裳。他瞧着外面天色也不早了，只能硬着头皮裹了一件斗篷，跟着上官慈出去。姚家的几位看到他们2人到了，纷纷笑了。几位长辈开始打趣他2人，更是让上官慈都忍不住红起了脸来。原因是瞧见白青青一瘸一拐的进来，白青青没办法，就只能扯谎说是自己摔了一跤。几个人都是过来人，也都清楚发生了什么。就他那几个傻表哥担忧的过去问他有没有事。哎，青青这是怎么了？是病了吗？姚军看他脸色不好，便问：“是啊，哪里不舒服吗？”“没有，就是有点热。”他暗地里踩了一脚上官慈。热了？热你还披着斗篷啊？莫不是要捂出痱子来？快，将这斗篷给放起来吧，待会儿出去再穿。姚军上前想替他接过斗篷，却被他拒绝了。不了，表哥，我没事，我冷死了。姚军奇怪的看了一眼白青青，也没说什么，反正他想做什么就随着他喽。他回头倒是见自己母亲露出了姨母般的笑。这顿饭吃的白青青十分不自在，一直到饭局结束，白青青都拘谨得很。
直到将他们送出去时，白青青要玄霜去帮忙拿来几件织好的开衫，让他们帮着带回去给几位舅娘。姚家几个小子见了分外眼红，可怜巴巴地盯着白青青，被他们盯得受不了了，立马答应了给他们织。待将人送走，上官慈立马说道：明儿个要管家找几个绣娘来，你教会他们织。你家表哥那么多，你得知道什么时候啊，岂不是累死？他是心疼自家媳妇儿的。哈，白青青是想着房里那些个好东西都快笑成个傻子了。大人，那些个好东西让管家入库吧。怎么不再看看了？瞧你喜欢就宝贝一晚吧，明天再入库。对白青青他还是了解一些的，就是个小财迷。好啊。回到屋里，白青青叫玄霜去熬了药来给上官慈喝了，自己则跟玄霜一起织开衫。上官慈死死地盯着玄霜，玄霜每织一针都颤一下。对了，青青，你若是有时间，也给高贵妃织上一件。白青青一直不懂上官慈与高贵妃之间是什么关系啊？那高贵妃喜欢什么颜色？我再看看有没有线。月白色，月白色。你怎么对高贵妃这般了解？上官慈没想到他会问这个，突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。有些时候许多事他都不想小丫头知道，毕竟那些陈年往事总是伴随着危险的。看到上官慈犹豫，白青青的怒火一下子被点燃了。玄霜见状，干笑着两声跑了出去，顺便将门给带上。你该不会与高贵妃还有过一段旧情吧？她那年纪可比你大呢。他这话还没说完，只见上官慈的脸就黑了起来，死死地盯着他。你，白青青怕了，他这眼神似乎就像是想将他处决一般。青青，他看着眼前的人，心里越来越酸。方才二人还是幸福甜蜜，转眼间他便会对自己动手。白青青什么也没说，只动了动嘴角，却始终说不出一句话来。他不喜欢自己。青青，上官慈看白青青神色木讷，意识到自己方才没有控制好情绪，便上前抱住她，带着歉意地说道：抱歉，本座方才。他不知道该怎么说了。是我太天真了，原本以为他们二人之间也能过得美满，可刚走了一个月华，这高贵妃又冒出来了。上官慈她可是个宦官，跟皇上的女人有染。青青，并非你想的那般。现在还不是告诉他的时候，知道的多反而对他没有好处，只会害了他。等时机到了，本座自然会告诉你。等时机到了，你的枕边人连不一定都有谁了。我累了，你放手吧。他最讨厌的是欺骗和隐瞒，到现在为止，他真的一点都不了解上官慈，包括他的过去。上官慈不懂白青青为什么突然之间转性，方才还很开心的模样，转眼间就冷了脸。别闹。他声音很轻柔，也是很耐心的与白青青讲话。许是阴差阳错吧，白青青把别闹听成了别恼，一下子就哭了出来。别恼，我怎能不恼？先前有月华，如今月华不在，又出来一个高贵妃，那可是皇上的女人。他忽然明白了，许是小丫头以为自己许高贵妃。想到这儿，上官慈白了他一眼。你都在想些什么东西？高贵妃看起来年轻，实际上那年纪都能给本座做娘了。再者，那是皇上的女人，我是皇上的臣子，我与她之间怎么有可能啊？傻子！啊！可你也从未要我给别人做过东西，哪怕是皇上都没有，为何单独要给高贵妃？高贵妃是皇上的枕边人，还与皇上是少年情分，无论何时，她都是能在皇上耳边说上话的人。你与她交好，自然不会吃亏。是吗？不然，原来是误会。那你怎知道她喜欢什么颜色？你没见高贵妃时常穿的都是那颜色的衣裳，本座在宫里这么多年，自然也是清楚的。是这样吗？他狐疑地看着上官慈，上官慈低头在他耳边轻声道：本座与你同房时，可还是童子之身。不要脸！白青青推开他，到一旁整理着自己的衣裳。打算何时给高贵妃？是我进宫还是你？怎么给啊？让人带过去便是。白青青哼了一声，将仅有的月牙白毛线找了出来，正好够织一件开衫。现就剩下这些了，过些时日，你若有时间，再带着我去一趟渡口吧，万一还能遇到那二人呢？怎么？我脸上有什么吗？白青青说话间，看着上官慈一直盯着他。笑靥如花，大概形容的便是夫人吧。徐氏情人眼里出西施吧，他眼里呀，谁也比不过这张略带稚嫩的小脸儿。上官慈说完，白青青笑了，就说你嘴甜，也不知你是着了什么魔，先前也没见你会这般的花言巧语。嘴上虽然这样说，可他心里还是高兴的。从前也未曾遇见你。上官慈望着他，眼里带着无限的温柔，就看着他一针一针的挑着，不一会儿便有了个雏形，于是好奇地问他：
你哪里学来的这个东西啊？白青青一怔，随口说道：“那还不是因为白家伯喜欢我，自然也不会给我什么好的东西，总得自己想法子活着不是？绣花不也是一针一线的？我手笨，学不来那个，就琢磨出来了这个东西啊。”他的小心脏都快跳出来了，就怕上官慈察觉出什么问题。上官慈心口一疼，过去从身后将他抱起来放到软榻上。地上凉，在这治。白青青呆愣愣地看着上官慈，露出一个笑容。好，对了，大人，你派人去渡口看看那二人是否来了，看他们还有些什么新奇的玩意儿。好，你先歇着，本座去书房。歇了有些日子，许多事都落下了，若是累了就歇歇，这个不急。好，大人也是，大病初愈，也不要强求自己。爷啊，那也不能全怪我呀，我一时上了头就说了出来，他还打了我呢。上官慈白了他一眼。你也好意思讲出来，被一个小妇人打得怒了，传出去不怕丢人？他想说小姑娘来着，可惜来想想，那早就是他的人了，哪还是个小姑娘？那谁家小妇人会提男人的命根子呀？想想那日，痛得他都快哭出来了，这股怨念又再次升了起来。张宁近日确实做什么都有些松懈。你若是觉得不满，大可去边境历练去，免得跟在本座身边委屈了你。爷，属下知错。知错？你错在哪儿？上官慈冷哼一声，将一封信甩向他。瞧瞧你都做了些什么。张宁看了他一眼，上前捡起那封信，打开看了起来。他越看脸色越难看，最后扑通一声跪在地上。爷，属下知错。上面写的全是他近日来到处传言白青青是个灾星的事。他只是想，白青青配不上上官慈，那样一个臭名昭彰、恶名远扬的女人，怎么就配得上上官慈？他也不过是借此机会想除掉白青青，他真的没想把上官慈给搭进去。爷，属下只是认为他配不上您，您瞧他那粗鄙的模样，哪里配得上您了？再者了，白家都嫌弃他，他就是个灾星，一辈子克父母不得善终。不，够了！上官慈将手里的茶盏摔到地上，瞬间起身来到张宁身边，眯了眯双眼。张宁，本座的事轮不到你来做主。爷，她真的不是您的良配，像这样善妒的女子，日后定不会让您的后宫。这话都没说完，便结结实实的挨了上官慈一拳头。上官慈冷冷的瞧着他，什么话该说，什么话不该说，还需要本座教你吗？话从口出，张宁永远也不记得他教的这句话。属下知罪。本座不想这件事再发生第二次，还有，更不想听到这种流言再起。他一手栽培起来的人，差点将他给毁了，怎能要他不动怒？他是怎么也没有想到，这件事情竟然还有张宁参与其中，也不知他是想除去白青青，还是想除去自己。张宁，本座养了你许多年。是。张宁看着上官慈从自己身边走过，暗自握紧了拳头，不死心的说道：属下不知，您为何对他这么上心？一开始不是也想置他于死？本座即便是瞧不上他，那也是本座的女人。张宁，不要胡乱猜测本座的意愿，而且，哼，她是你们的主母。什么？张宁一下子站了起来。主母？张宁，本座不许任何人伤她，你可懂？他神色凝重，略带杀气，看着张宁机械的在一旁点头。张宁从书房出来以后，便神不守舍的。玉少卿上前给了他一颗暴力，问他：见鬼了不成？这副魂不守舍的模样。差不多吧。这大白天的，哪里会闹鬼？说说遇上什么事了？说完，从腰间解下葫芦递给他，喝一口暖暖。张宁接过酒葫芦，猛地灌了自己几口。玉少卿拉着张宁进了屋，要季阳去买几个下酒菜。几个人也坐在一起聊了起来。你说，你爷为什么喜欢那个白青青啊？方才他叫我去，还训斥了我一顿。我不服。你为何不服呀？爷找了个心上人，那是好事。虽然我也不喜欢那女人。季阳啃了一口鸡腿，他还记恨着白青青拍他屁股的事儿呢。他有什么好？庸俗粗鄙，月华姑娘不比他好吗？张宁在眼中那些日子，没少看见月华偷偷落泪，也询问过几次，起初不说，后来才与他说是因为白青青。你不知道，那个白青青总是欺侮人家月华姑娘，将她带到府上来羞辱一番，还给人家绑着送到兖州，
一路上都不给人家吃喝方便。张宁晃了晃脑袋，又说道：“他就是个毒妇，你瞧他长得水性杨花的样子，就不是什么好人。我不过是找人想羞辱他一番，我也没想到会将爷赔进去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做了什么？”他从这家伙的言语看来，想必就是被那个月华给收买了，可别做了什么上头的事儿。我只是给他扣上灾星的帽子，我真没打算把爷赔进去啊！张宁的话说到一半，便挨了玉少卿一拳头，整个人飞出去撞到门框上。玉少卿上前又是一脚将他踹到外面，摔到雪地里。从他的言语间，玉少卿就猜到了上官慈为何这次会蒙难，恨不得将张宁给撕了。你这是歧视！你不知道月华姑娘有多好，眼中她还叫侍女去给外面的人送饭送菜呢。白青青呢？她不知道在哪吃香喝辣的呢。季阳愣了一下，咬住鸡腿，过去一把拦腰抱住玉少卿，一开口，鸡腿就掉了。别鸡腿啊！他的心都在跟着滴血了。别激动啊，少卿。张娘，你脑袋是被驴给踢了吗？你知不知道爷在外面冻了几个时辰？那月华是什么人？一个风月场所出来的妓子，他的话你都信？你脑子呢？给我吃了吗？哎，这是怎么了？哎呦，快拦着点啊！拦着点！众人纷纷着急，却谁也拦不住，只能跑去找了管家，告诉上官慈。陆主，玉少卿和张宁二人打起来了，拦不住啊。上官慈看着他问：“为何？”管家摇了摇头，示意自己不知道。实际上是看白青青在这里，他不好说出口。都是年轻人，打一架不碍事的，等他们打完了再问就是了。姑娘这想法当真是奇特啊。白青青笑着摇头，不语。去看看。上官慈说着，跟张管家出去了。白青青看了看他的背影，想了想，也随着去了。他白青青哪比得上月华姑娘？比不上月华？你说我比不上月华？我哪里比不上？他这话一出，让在场的人都愣住了。张宁跟玉少卿也停住了手，看着他。你怎么来了？上官慈看他过来，赶紧来到他面前。外面呢？回去吧。白青青只看了他一眼，推开他问张宁：“你说我比不过月华，我为何要与他比啊？他除了会装羸弱、装白莲花，你拉扯我做什么？不愿意听就把耳朵给我捂上。”衣袖被上官慈拉扯着，他更生气了，伸手拍开上官慈的手，继续说道：“不管你爱不爱听，我说的就是实话。你要是不爱听，去一边待着去。”张宁年纪小，不会说话。年纪小？你像他这么大的时候也是这样吗？府里的娃娃都比他懂事。白青青虽然嘴上说着，心里却是难过的。张宁曾经也帮过自己，如今却这样，他有些不懂了。上官慈被白青青一顿训斥，咳嗽了一声，没说别的。你出言喊什么呀？哪有个女人的样子？泼妇！张宁！张管家呵斥了他一声。泼妇！白青青笑了，他过去朝着张宁胯下又是一脚，抬手又给了他一拳头，正中眼眶。还没等张宁说什么，他上去又是一拳，打到了他另外一只眼睛，提着他的领子问他：“我就是泼妇怎么了？你说我不如月华，我堂堂姚家贵女还会不如一个歌姬吗？”张宁被他打得有些反应不过来，觉得身上哪里都痛，缓了好一会儿，他一把推开白青青：“你哪里如他了？我还以为你只是年纪小不懂事，性子顽劣一些，可你都做了些什么呀？自从你与爷成亲以来，爷受了多少嘲讽和白眼，你知道吗？月华姑娘跟了爷那么些年，一直尽心尽力的照顾爷，你却那般对她。”想起月华说的那些，他都不好意思说出口。我哪般对他啊？你竟然还将他绑起来，还不许他吃喝方便，你可知你这么做，他在路上差点被人侵犯。若不是那日我见他看那车夫的神色不对问他这辈子都不会说出来。你就是个毒妇。他想起那日月华与他说这些的时候，还口口声声要他别告诉上官慈，怕让他二人产生嫌隙。原本张宁也是不大待见月华的，可那段日子与他相处起来，他发现月华真的是个心善的女子。而这个白青青却是披着羊皮的狼。什么？你说月华路上？他忽然看向白青青，蹙起了眉头。他想起那些日子，月华总是吞吞吐吐的，想必也是想与他说这事儿吧。你看我做什么？难道会是我受益的吗？本座不是那个意思。张宁，我原本也真的是将你当做朋友，在这里我无依无靠，也是你对我还算得上是好一些。可如今你说这些，可有证据？你说他险些被侵犯，他当时可是被捆绑起来的。若那车夫想做什么，不是手到擒来吗？还会有险些这种事情存在？你们男人要是想做什么，哪怕他不被绑着，你们都能得逞。你若不信，就问问你们爷。哼！他说完，扭头就走，留下上官慈等人在原地干瞪眼。上官慈将这件事情想了一遍，叫人都散了。他将张宁叫到房间里，说道：“你将前因后果说清楚。”他突然也转过弯来了。我……可白青青打了他2顿，他实在是不想相信白青青。说，我不想知道你还有什么事瞒着本座。否则，你就去冲州陪着月华吧。本座身边不需要你这等一心二用之人。爷，
张宁跪下，哭着说道：“我说。”等张宁说完整个事件的经过，让上官慈心里有些不舒服。他自以为清楚月华的脾气秉性，殊不知有句话还叫做知人知面不知心。他真的不想将月华想成那样的人。这件事就此为止。张宁，有时候看一个人需要用心，而不是用眼睛。本座一直以为季阳是没眼睛，可你却也是这副德行。你去忘忧谷吧，2年后再回来。上官慈叹了口气，看了他一眼。生死有命。等张宁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上官慈已经离开了。他呆愣愣地坐在一旁，问玉少卿：“爷说要我去忘忧谷。”啊，你也该去那儿。他便是从忘忧谷出来的，清楚那里有多么凶险，也正是如此，才能让他活得更加积极。你去之前跟白姑娘道个歉，我与她相处的时日不多，却也清楚她的为人。还有你在兖州看到的月华给那些难民的食物，大部分也是白姑娘派人送去的。话说至此，你自己想吧。玉少卿说完也走了，季阳看了看，也跟着出去了。张宁感到一阵头痛，他伸手揉搓着自己的额角，觉得很不舒服。自从他从兖州回来，便时常头痛，还是用了月华给他的安神香才有所好转。想到这儿，他又去找了带回来的安神香点燃，看着缕缕青烟飘出，他觉得有些困，走到床上躺了起来休息。这边上官慈回来之后，推门想进屋，却发现门被锁上了，苦笑一声，敲着门：“青青，外面可冷得很，就把门打开吧。”他上官慈居然被自己媳妇儿关在门外了，里面没有人说话，他就又说了一句：“夫人，外面可是冷得很。”还假装咳嗽了2声。大概过了1刻钟的时间，门才被打开。他看到白青青眼眶红红的，可是觉得委屈了。你是不是也是觉得是我让车夫要欺辱他的？怎么这么问？你方才的眼神告诉我是。青儿，不是这样的。你说你没做，本座便信你。可是你心里不信。上官慈，我看不懂你。为何这般说？的眼神告诉我，你想月华了。你想我？他的话还没说出口，就被上官慈低下的头也抵住了嘴。上官慈在他嘴上咬了一口，瞪了他一眼。那你现在能看到本座的眼神里有什么？他看到他的眼睛里都是自己的影子。你放手！想起过往的种种，他嫁到府里来就没怎么顺心过。以往是上官慈不行，而现在他又得担心他出去乱搞，真的是糟心。张宁近日脑子不好用，你别与他一般见识。上官慈笑着，心里却有些犯疑。近日来，张宁的行为很是诡异。青青，本座与月华已是不可能的事了，你也莫要继续猜测。上官慈，你曾说过许我一世一双人，若你做不到，那我也会随你。可我不会跟别的女人共用一个男人，你好自为之。本座既已许诺于你，定然会做到。白青青看他认真的模样，扯了扯嘴角。他想要的并不是嘴上的答应，而是心里的认定。看样子难啊。白青青失落的模样全都摆在脸上，上官慈也不知该说些什么会让他高兴些。本座要他去了忘忧谷。上官慈追上去，在他身后说着：“忘忧谷那是什么地方？”本座的暗卫大部分都是忘忧谷出来的，是本座的娘亲亲手创建的地方。他目光黯淡下去，似乎想起了一些往事。我娘原来也是如同你这般的女子。他苦笑了一声，叹了口气。可惜她去得早，不然你们一定会聊得来的。上官慈的娘对他来说便是禁忌，他不愿提起，因为他娘是他的弱点。别人都以为他上官慈是个孤儿，从小从军，一步一步熬到这个位置，身边除了张叔这个老人，没有什么亲信。直到前几年收了张宁他们，如同她这般的女子，莫非也是穿越过来的？婆婆她……别想了。他想问他娘到底是什么人，可看他悲伤的模样，又开不了口。上官慈看他主动靠过来关心自己，暗自笑了。日后我带你去忘忧谷看看，那很美，你应该会喜欢。不知为何，与他相处久了，就越发的想带他回去看看。可如今这个局势算是不可能了，他现在的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眼里。好，白青青还以为他想起了自己的娘亲在伤心，便过去抱了抱他。别难过了，都过去了，以后我会跟你在一起的。至少在他不会回到自己的世界之前，他都会陪着上官慈的。好，张宁呢？你不要生气了，好吗？我没气，只是有些难过吧。我来的时候，张宁对我还是不错。我承认月华那次是我没有想的周到，可若是换了旁人，他那样上门挑衅，我保证他那条小命都没了。
上官慈，我已经够容忍你们了。我只是觉得张宁有些奇怪了些，他的脾气从前也没有这般急躁啊。他这话说的无意，上官慈却是上心了，嘴上也只是安慰了几句，随后二人便扯了个话题，将今天的事情带过去了。深夜，当白青青睡着以后，上官慈起身打算去处理一些事，刚坐起来便听到一些响动，他又躺了下去。只见一个黑影敲门进入，走到他床前，寒光一闪，一柄冷剑朝着白青青刺过去。上官慈一个起身，抬手将人击飞出去，哐当一声，不知撞到了什么，吓得白青青一个机灵就醒了。他赶紧抓住上官慈的手，发生了什么？门怎么开了？他隐约好像还瞧见个人。没事，你在这儿。上官慈将他放倒，给他盖上被子。等我。他披上外衣，一步一步走向躺在地上的人。他快要靠近的时候，地上的人突然跳起来，一剑刺向他。上官慈没有躲，接了他一剑，扑哧一声刺进他的肩膀，温热的鲜血浸湿了他白色的里衣。借着月光，上官慈看清楚来人，蹙起了眉头。张宁。他看张宁半眯着双眼，直挺挺地站在自己面前，像丢了魂儿一样。张宁做什么？张宁听到了白青青的声音后，半眯的眼睛突然瞪大，将剑拔出来，转身向内室闯去。上官慈转身伸手向张宁探去，将他抓住，直接给丢出去了，大喊一声：抓起来！躲在暗处的暗卫一下子冲了出去，将张宁给按在地上。他们见到剑上的血迹时都愣了，原以为张宁是上官慈叫他去的，就没拦着，谁知道张宁竟然行刺。爷，阿大看向上官慈，嗅到了一股血腥味儿。您受伤了？无碍，将他带到密室里。上官慈冷言，要洛老过来一趟。他说完便回到屋里。今日之事，莫要旁人知晓。是。上官慈回到房间，捂着自己的伤口，坐到凳子上，握紧了拳头。若是张宁晚来一步，自己出去，那白青青的小命今儿个就会交代在这里。他多么庆幸自己没有出去。大人，你受伤了。他转身就要跑出去找大夫，却被上官慈扯了回来。上官慈抱着他，别去，我已经要人去找洛老了。青青，陪我待一会儿。好。白青青抱着他，心里很复杂，到底是什么深仇大恨，值得他要杀自己？大人，你若是撑不住了就说出来，不要硬撑着。撑不住了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。上官慈埋头在他怀里，闻着他身上独有的奶香味儿。明日我去上朝，你将玄霜叫过来，要他住在偏房，这样你有什么动静他都能知道。还有，我将阿大给你留下，若有什么事也好护着你。不用，大人带着去吧，我在家里不会有事的。二人说话的空档，阿大将洛老请了过来。白青青挪开脚步，发现自己身前早已成了一片血色，上官慈身上更是被鲜血浸透。他捂着嘴，防止自己哭出声来。哎呀，你说你呀，怎的在京城还能弄得自己满身伤啊？还不脱了？阿大打来了水，开始给上官慈清洗伤口。洛老给他止了血，上了药，又叮嘱他一些注意事项，便走了。还疼吗？疼。上官慈可怜地看着白青青。很疼。一旁的阿大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他偷偷瞄了一眼上官慈，心想：屋主什么时候这么能装呀？听上官慈说疼，白青青上前坐到他旁边，用小手轻轻地摩挲着他的伤口。过段日子就好了，这段日子你别沾水，小心感染。不过好在也是冬天，天冷，不容易发炎。可还是很疼。上官慈冲他伸手，白青青见状便起来，将他拥入怀里安慰。疼是在所难免的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忍一忍嘛。除了这样，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。好，时间不早了，你去休息，本座还有事要处理。阿大，叫玄霜过来。哦，是。上官慈来到密室后，看着已经清醒过来的张宁，他正一脸茫然地看着上官慈，根本不记得之前自己做过什么。他看上官慈离他越来越近，开口道：爷，为何？方才你自己做了什么，自己不清楚吗？张宁，你这条命都是爷给的，你竟然去行刺！行刺？我没有啊，我再怎么样也不会去行刺爷的呀。你是没打算杀我？上官慈说道。你是打算杀了青青？青青？听到这个名字，张宁突然觉得头痛，他反复敲打着自己的头。杀了青青，似乎是有一个声音一直响彻在他的脑海，让他杀了白青青。张宁！阿大过去给了张宁一拳，张宁看着阿大，眼睛都红了，瞬间一个鲤鱼打挺跳起来，跟阿大动起手来。张宁出手狠辣，可谓是招招致命。阿大不明白怎么回事，只能躲闪。最后还是上官慈上前把张宁打晕了，跟阿大说道：叫玉少卿来。是。他又死不了，你叫我来做什么？看样子他知道什么一样。你知道？知道啊。他伸了个懒腰。今儿去了他房里才知道的。为何不管？又掀不起什么风浪，
还能觉察他们想做什么，不是挺好的吗？他房里的忘情香味道很重，可见只是用了多日了。你也清楚，忘情香来自忘忧谷，可见谷里出了奸细。我不管，也是想顺藤摸瓜，看了到底是哪个白眼狼。对他解了，解了，一旦解了，对方没有了情报便会起疑。那就给张宁下蛊，控制他体内的香。玉少卿，你若是办不到，就给本座死回去。说完甩手就走了。玉少卿看着上官慈的背影，问阿大：他方才说要我给张宁下蛊。哎，像我这般玉树临风的男子，怎会做这种大快人心的事？说着，他走到张宁身边，从怀中掏出一个小盒子，将盒子打开后，里面有一条紫色的小虫。他笑着说道：小宝贝，你张宁叔叔的小命全靠你了，去吧。他将小虫放到张宁的手上，很快他便顺着皮肉钻了进去。阿大在一旁看得心惊胆战，忍不住摸了摸自己的手。看着小虫钻进去，玉少卿放心的笑了：给他扛回来吧，稍后我会操纵他回信的。阿大把张宁扛起来送了回去。爷，姑娘没熬住，睡了。他过去从玄霜怀里接过白青青，跟玄霜说道：给白姨说，谷里除了吃里扒外的东西，要他盯着。玄霜一怔，随后答道：是。你且放心，日后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了。上官慈拍了拍他，安慰着。白青青心里虽然好奇，却也不好直接问他，只是笑了笑。他不相信张宁会为了这样一些小事来杀自己，可更多的却是后怕，万一昨天晚上上官慈不在，这一夜二人终究是难眠呢。直到天色泛白，白青青才睡过去。上官慈起来后，便让玄霜贴身跟着白青青，阿大则在外面守着，自己收拾完了便去上早朝。听他们在下面吵闹，皇上觉得头都快大了，他忍不住把目光移到上官慈身上，期待着能得到一个回应。上官慈在感受到皇上目光时，立刻转过了头来，这让皇上瞪了他一眼，注意到他额角的汗珠。上官爱卿啊，你是身体不适吗？回皇上，臣昨夜遇刺，受了些伤，故而身体弱了些，无碍。啊，遇刺？在哪里遇刺？皇上急了。臣府中，所幸无大碍。他说着看了一旁的朝臣们一眼，瞧着他们哆哆嗦嗦的模样，说道：故而内子给臣多做了几件衣裳，穿得多了，热得冒汗。这话一出，可谓是得罪了不少人。他们看着上官慈，恨不得上去给他几巴掌。这个不要脸的东西还炫耀！回去告诉青儿，给舅舅我也做一套，还有他爹妈外祖父那儿。好，回头会让人送到府上。不知上官大人说的是什么样的衣服？一名跟上官慈关系还算不错的武将上前问他。上官慈掀开自己的披风，露出一件玄色的外衫。这个……那武将也不客气，直接上手去摸了摸，温热的手感让他一下子便喜欢上了。他偏过身去问：大人，这衣裳贵夫人卖吗？他可喜欢了。不卖。他原本打算说滚，想来都是同僚，也不大好说，只能换个词。那这是用什么做的呀？摸起来软趴趴的，这里面好像还是蓬松的东西啊。鸭毛。鸭毛怎么能做衣裳呢？怎么做呀？回头我让我家婆娘去大人府上跟贵夫人学学，可行啊？上官慈本来想拒绝的，可他又想到白青青在这里没个能说得上话的好朋友，又想到这男人的婆娘也是一个耿直的性子，再加上二人关系也还好，便同意了。若是有时间，提前打个招呼便是。哎，好嘞。武将开心的回到了自己的位子，皇上却哀怨的看着上官慈，他有好东西都不会想着自己了。大人，这衣裳贵夫人卖吗？他可喜欢了。不卖。他原本打算说滚，想来都是同僚，也不大好说，只能换个词。那这是用什么做的呀？摸起来软趴趴的，这里面好像还是蓬松的东西啊。鸭毛。鸭毛怎么能做衣裳呢？怎么做呀？回头我让我家婆娘去大人府上跟贵夫人学学，可行啊？上官慈本来想拒绝的，可他又想到白青青在这里没个能说得上话的好朋友，又想到这男人的婆娘也是一个耿直的性子，再加上二人关系也还好，便同意了。若是有时间，提前打个招呼便是。哎，好嘞。武将开心的回到了自己的位子，皇上却哀怨的看着上官慈，他有好东西都不会想着自己了，越想越烦，再加上几个文臣一直吵吵闹闹，更是让他头疼。一拍桌子怒道：你们一个个的光知道嘴上谈兵，灾民日益增多，也没见你们有什么法子应对，这大雪还不知道要下到什么时候。总之你们去给朕想办法，若是想不出办法，都给朕滚蛋，退了。说完瞪了一眼上官慈，气呼呼的离开了。到了府里，管家说白青青出去了，还让人带了些米菜，说是要去布施的。上官慈询问了他布施的地点，便寻找过去。青青。白青青回头看到上官慈，也笑了。大人，他想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，
为了这些难民，也为了上官慈能博一个好名声。上官慈来到他身边，看了看难民，只见他们个个畏畏缩缩的，生怕他将他们驱赶。毕竟他们东厂的名声可不怎么样啊。大家不要怕，我家夫君他只是面相凶了些，都过来排好队，把碗拿好，咱们喝一顿暖暖的粥。他过去拿起勺子搅拌着，撒了一些盐进去。都过来吧。他这话说完，还是没有人敢动。他瞧着上官慈站在那儿，就像是个炸弹，无奈的将上官慈拉到一旁，叮嘱他：“你就站在这儿，做个守门员就行了。”守门员？你们都不上前吗？是都不饿吗？他清楚难民都是怕这些提起的，便故意说道：“既然你们不饿，那我就将粥都带回去了，到时候你们就只能挨饿受冻。”他说完，一个少年走到他面前，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上官慈，说道：“姑娘，我饿。”他很饿。白青青冲他一笑，接过他的碗，给他盛了满满的一碗白米粥，又让玄霜给他拿了一些小菜。不过还有，那边还有馍馍和肉汤。谢谢。看着他脏兮兮的小手，上官慈嫌弃的蹙眉。白青青却是笑了，接过来把外面的糖皮儿用清水洗掉，放进自己嘴里。真甜。明日姐姐带糖来给你吃，可好？哎，好。走吧。上官慈拉过他的手，走到了没有人的地方，掏出帕子给他擦着。快把那糖吐出来，回头别吃坏了肚子。都已经化了。白青青冲他做了个鬼脸，大不了就是拉肚子呗，就当减肥。胡闹！日后不许在外乱吃东西，否则本座断然不会要你再出门。军阀！哼！白青青哼了一声，跑向前面，转身又冲他做了个鬼脸。那孩子舍不得吃的宝贝都给我，你还嫌弃？上官慈却无奈的笑了。你若是想吃糖了，叫管家出去买便是。那纸糖上都是泥，你还下得去嘴？他是有很严重的洁癖的。你就是不食人间烟火久了，不知道人间疾苦。哼！上官慈嘴角勾起了一个弧度。怎么，本座要你出去捡垃圾吃，你去吗？不吃。白青青气呼呼地跑到他身边，用小拳头捶了他一下。你才吃垃圾呢。林怀贤，明日便不来了，高贵妃那的东西也该准备出来了。上官慈拉过他的手，又擦了擦。谢谢。少年看上去有几分贵气，他看着白青青的笑颜，走到一旁蹲着吃了起来。白青青也没想到，他不过是为了自己与上官慈做的一次善举，在将来却换了上官慈一条命。看着少年从白青青手里取来了食物，其他的难民也跟着上前讨要。看着蹲在墙角的难民，白青青靠向了上官慈。大人，你看，他们与我们一样，都是有血有肉的人，不过就是我们会投胎而已，才过得比他们好一些。你看，他们也不求别的，只不过就是一顿饱饭而已。白青青说着，望向上官慈。国不安，民难安。国不安，民难安。蹲在一旁的少年看着白青青，一张略带稚嫩的小脸上还带了一丝妩媚。他冲男子笑的时候，那双大眼睛弯成了月牙状，满眼都是那男子。他们夫妻许是非常恩爱的吧？白青青那番话深深地刺激了蹲在一旁的少年，他忍不住多看了两眼，心里有些苦涩。那样如明月一般的女子，他是配不上的。夫人的话颇有深意，不过日后莫要再说了。上官慈不想他被谁注意到，以防那些个有心之人惦记。好，他走的时候，几个小孩子跑过来抱住他的大腿，从怀中掏出2块已经化掉的糖，小声说道：“姐姐吃。明日早上来，到中午我就回了，下午吃大概也得7、8天呢。反正也不急嘛，高贵妃又不指望着这一件衣裳过冬。”好，下月便过年了，我们去宫里过年。上官慈还没有想好该怎么跟他解释，心里也清楚，到时候白青青知道了，心里定然会吃惊或是不解。可出于信任，他还是说了出来：“宫里啊？为何去宫里啊？”到时本座会与你说。他还是没有想好要怎么说。好。回到府上，骆老过来给他换药时，发现他穿的衣裳，便吵着白青青给他也做上一套。白青青看他救了上官慈的份上，就答应了。骆老走的时候，把白青青叫了出去，与他说道：“这小子年轻气盛，怕是把持不住自己啊。可他如今伤着呢呀，你也注意些，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，不急于这一时。”骆老这番话给白青青闹了个大红脸，但他还是点头应了。送走骆老回到屋里，上官慈见他面色绯红，问他是怎么了，他却摇头说没什么，然后拿出毛线织起了开衫。由于心不在焉的，织错了好几处都没发现。翻山越岭跨旅人海去见你，我们在找寻爱存在的痕迹，岁月在我脸上写下了字迹，回忆不变的就是爱你。
稚嫩的脸庞，经历多少点滴，我们记得青春划过的轨迹，走过春夏秋冬的季节更替，爱像一粒如影随形。你说未来需要爱，爱生命才会充满精彩。第2日上朝的时候，白青青在外施粥的事情便在朝堂里传开了。皇上自然是满意的，他瞧着下面低着头的一行人问：不知各位爱卿觉得上官夫人此举如何呀？当然是大善。大皇子慕容清站了出来，他才回来不久，也听说了前段日子那件荒唐事，心里替上官慈感到惋惜。一个小女娃娃都懂得道理，你们一个个却只会在这面前哭穷。昨儿与你们说的法子，可有人想出来了？他这话一出，朝堂瞬间安静了下来，一个个只顾着低着头，看得他又是一肚子火。这要你们何用啊？有何用？气得皇上在那儿吹胡子瞪眼，一只肉乎乎的手点了半天，甩手就走了。散朝后，不少朝臣都回家，开始在府邸门口支起了棚子布施。断断续续几天下去，京城的难民便更多了起来。一时间，不少人开始对白青青谩骂，说若不是他带头干这个事儿，也就不会有那么多难民来了。上官慈带他到了渡口，那兄弟2人见了白青青，欢快的上前打招呼，却被上官慈给挡住了。上官慈冷眼瞧着那兄弟2人，左身。那兄弟2人没有明白这是什么意思，用着蹩脚的官话说着：“先。”白青青明白了，戳了戳上官慈，笑着过去打了招呼。看他们此次带了不少东西，有线，有毛毯，还有一些摆件。他过去与2人交谈着，将上官慈晾在一旁，让他很是不满。最后白青青得知，他们兄弟2人来这里是为了换一些字画、刺绣还有瓷器回去倒卖赚差价的。聊到这里，他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和他们做生意。他和这2人说，要他们多留一段日子，自己会给他们搜了一批古玩字画等东西，让他们带回去。最后白青青付了钱，拿东西走的时候，那2人又说道：“美丽的小姐，你与其他女子都不一样。”是吗？是的。听他们聊到这儿，上官慈不耐烦地拉过白青青，冷哼一声就走了。到了马车上，上官慈还是黑着脸问他：“与他们说这么多话做甚？”大人，不说话怎么谈生意啊？本座不会谈吗？可是，大人，你自从去了就没给人家一个好脸色，怎么谈也不讲话，就像谁欠你的一样。你还有理？你见了谁家的姑娘像你这样与男子说话？他很不喜欢白青青和其他男子走那么近。你和月华曾经不比这还近？哼，亏我还想了办法帮那些难民，你倒好，先冲我发顿火。他心里也委屈啊，他这一路上想的都是难民，想替他分忧，可他却给自己摆脸色。看他生气，上官慈又忍不住想去哄一哄，以免晚上自己睡外面。白青青看了他一眼，随即说道：“哼，你没听那兄弟2个说，他们来这里是为了换一些东西回去吗？他们能把轩辕的东西带回去卖，那我们为什么不把他们的东西放在轩辕卖呢？我想和他们做生意，将他们手里的东西都收过来，然后我们再卖给他们一些瓷器、字画、刺绣之类的。”那些东西能做什么？上官慈也见了，大多数他觉得根本就没用，比如这个毛线，也不是所有人都像白青青一样会用。毛线可以织毛衣，毯子可以做地毯，那质量不错，耐用性极好。毛衣也不是谁都会织。谁说让他们织毛衣啦？我可以找人，我教他们啊，然后再弄一个工厂作坊，专门织毛衣卖成衣。这样就算是妇女也可以有自己的一份事业，比如说现在的难民。再者，这个利润高，可以卖一些给达官贵人家的夫人和小妾。一个个荷包都鼓得很，也不会在意这么10几两银子，主要就是图个乐趣，不是吗？他俏皮地眨了眨眼。这生意若是做得好了，我们便可以引进他们那边的东西，也能促进一下经济发展，给国家做点贡献嘛。上官慈不懂他说的经济发展是什么，便开口询问了一番。讲完后，上官慈心里十分惊讶，白青青这样一个女娃娃，竟然会懂得这般多。白青青也知道自己这番话带给上官慈很大的触动。说完后，他也不忘说了一句是自己在一本杂书上看见的。上官慈眯眼看了看白青青，将她揽过去，咬着她耳朵说道：“夫人啊，你可是斗字都不识一个的。你与为夫说你是从杂谈上看到的，这话有些牵强了。”他虽然不想问白青青是哪里得来的这种理论，却忍不住心里痒痒。他恨不得给自己2巴掌，怎么就那么多话？就在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的时候，马车停了下来，外面传来声音说道：“爷，到了。”白青青赶紧从他怀里挣脱开，跑了出去。等他进了后院，就发现张宁跪在他院子门口，白青青站在一旁看着他，展露愁容。只听白青青说道：“我真的没有怪你，快起来吧。”他没怪你，你也无需自责，日后多动动脑子，小心些便是了。上官慈走到他身边，将他提了起来，不经意间见他手背上的肉里有一个异物在蠕动。
张宁抽回了手，面色有些苍白。我，他不怪你，本座也不怪。他贴近张宁，轻声低语：“在他们被铲除之前，变委屈些吧。”是。张宁不觉得委屈，只是觉得自己对不起上官慈和白青青。回去吧。上官慈摆了摆手，拉着白青青回到院子。张宁望着他们的背影，迟迟不肯动，直到白青青回头冲他笑了一下，对他说：“天冷，赶紧回去吧，别再感冒了。”过了许久，玉少卿出现在他身边。不要再看了，人永远都不会是你的。张宁回过头看了他一眼，不要瞎说。说完就走了。回到房里，白青青就开始碎碎念：“张宁近日变得好奇怪啊！哎，你说他怎么就突然来道歉了呢？我都没想好怎么办，他就一下子给我跪下了，可把我吓了一跳呢。”或许是他良心发现了。可能吧。上官慈又拉着他，与他谈了一番他方才说的经济发展的问题。你不回去，来我这儿做甚？父皇和母妃每日都跟我说，瞧瞧人家荣业娶了个多么伶俐可爱的妻子，再瞧瞧你，一大把年纪了也没娶个正妃，整天游手好闲。这吧，我得去你府上瞧瞧，你这个伶俐可爱的妻子到底有什么魔力，让我母亲喜欢的呀，不能再喜欢了。他也是有些无奈，每次只要一进宫就被催婚。上官慈笑了，伸手揽住慕容清的肩膀：“你也该找个人了。”他说完这话，自己都愣住了。从前他可不会说这样的话。慕容清一把将他推开，嫌弃的看了一眼：“你少来了，还真的有了夫人忘了兄弟啊。”他拉着慕容清进了府，刚到前厅，就见白青青跟玄霜坐在内厅织毛衣。臣妇见过大皇子殿下。说着，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他二人拉在一起的手。上官慈发觉白青青面色有些不大好，赶紧松开慕容清的手，过去说道：“又没外人，这里便免了吧。”慕容清朝他翻了个白眼，心里暗骂了一声：“狗腿。”哼。白青青轻哼了一声，心里十分不快。上官慈倒是没有注意白青青的情绪不对，只说道：“阿青来家里吃顿饭，你去张罗一下吗？做几个你拿手的菜，阿青都没吃过的。”阿青叫的可真亲切。白青青扯了个笑：“好啊，你等着。”说完叫上玄霜就走了。上官慈倒是觉得没什么，可慕容清听了心里却有些怪怪的。他突然怕白青青给他投毒。你说我是他家的厨娘吗？来个皇子就得要我做饭？哼，这么晚回来都不问问我今天过得怎么样，张口就要我做饭。玄霜听到这儿就笑了：“你笑什么？姑娘是越来越黏着爷了，往日里可没这么矫情的。”啊？爷跟亲殿下是生死之交，姑娘在爷心里还是最重要的那个，姑娘就不要担心亲殿下会抢了姑娘在爷心里的位置。玄霜这话说出来，给白青青闹了个大红脸，她哼哼两声，安静的做饭。等将菜都端上去的时候，慕容清就愣了。传言这白家二姑娘可是吃啥啥不剩，干啥啥不行的，怎么这一嫁人就会做菜了呢？尝尝，这鱼不错的。上官慈说着，在白青青的眼皮子底下夹了一块鱼给慕容清。慕容清道谢，却碰上了白青青的目光。只见他瞪着上官慈的筷子，狠狠地戳着碗里的米饭。慕容清不知道自己是该吃还是不该吃，只能干笑：“那个，我自己来，你还是给你夫人夹菜吧。”上官慈抬头发现白青青坐在他二人对面，冲他假笑：“怎么坐那般的远？”“坐远点，吃得香。”上官慈无奈，只好过去把他连同凳子一起搬到自己旁边坐着。他们一个在上官慈左边，一个在上官慈右边。玄霜都觉得有些尴尬了，可上官慈偏偏觉得这样挺好，与他亲近的两个人都在，他开心吗？等这顿饭吃完，慕容清就告辞了。他觉得白青青心情不大好，自己若是再待下去，就怕被白青青用目光杀死。慕容清走后，上官慈拉着白青青在院里消食，又将今日与皇上商量出的结果告诉了他。怎么，不舒服吗？白青青摇了摇头：“不是，我在想，如果这笔生意可以长久的做下来，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派人去他们的国家做生意？”你的这个想法很大胆，也不是不可能，可现在是不行的。我们不了解他们，不能贸然前去。大人说的是这个道理，是我没有想好。不过现在难民居多，可以挑一些绣活好的妇女，做一个小作坊，专门做这些东西卖给他们，也能解决一些妇女的就业问题。就业？那是和我。他发现白青青近日来说的话总是让他听不懂，不明白。就是做事儿。你看啊，男人可以做事情赚钱养家，那女人为何就不可以呢？在他的骨子里还是男女平等的，却忘了现在这个社会不可能做到平等。
女人在男人眼里就是一件衣服，不要了可以丢，可衣服本身却不能有任何问题。女子相夫教子才是他们的重任。本座不要求你，是本座宠你，可不代表所有的男人都会这般，你可懂？白青青扑哧一声笑了，我懂，可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。又胡说。上官慈刮了刮他的鼻子，你说的这件事也不是不可行，但现在首要的任务是，你要将那些难民安置，才好去挑一些手艺好的留下，还要看他们的夫君肯不肯他们出来养家。你要知道，要女人出来赚钱养家，对于男人来说是种耻辱。我不也是有着自己的产业吗？那不一样，本座不介意自己的夫人养着。他说完，白青青便呆住了。他这是打算吃软饭？是不是大夫说你胃不好，只能吃软饭啊？白青青打趣，奈何上官慈不懂他这意思，还问他与大夫何干，乐得白青青眼泪都出来了。半个月后，白青青和上官慈一同入宫，给高贵妃送织好的外衫。等白青青将那一件开衫献给高贵妃的时候，又被高贵妃一顿夸，边夸边暗示上官慈该添个孩子了。上官慈在一旁装作听不出来，白青青是真的没有听出来，还跟高贵妃一起吐槽上官慈。马上就新年了，记得带青青来这儿过年。好。白青青倒是不明白了，为什么要来宫里过年呢？说是你娘知道你讨了这样一个好媳妇，泉下有知，也定然欢喜。他娘？白青青看了看高贵妃，她这话是认识上官慈的娘。她有些疑惑了，为何上官慈一个朝臣会与高贵妃和皇上这么亲近？高贵妃还认识她的母亲？是，母亲她会欢喜的。你也是，皇上他年纪大了，你也别总是给他脸色看，他对你也算是极好的了。这么多皇子里面，也就是你，他最放心不下的了，也单单对你最为宠溺。他年纪越来越大了，容颜别让他太操心。这么多皇子里面，皇子啊！白青青猛然抬头与上官慈的目光对视，对方冲他笑了笑，也没做什么解释。上官慈是皇子啊，可一个皇子怎么会成为一个宦官呢？想起过往的种种，皇上对上官慈确实极为纵容。他看着上官慈，眼神里带着不解。看着白青青错愕的模样，上官慈叹了口气：我娘是一乡间奇女子，20几年前遇上了皇上，所托非人，最后落得不得善终的下场。她唯一的心愿就是我能好好的活着，可我却想知道她当年的死因，所以进了宫。白青青觉得好像是天上掉了个馅饼，自己的宦官夫君转眼成了个皇子。孩子，这事你是知道了，可莫要外传。容叶这孩子不容易，虽然冷了些，可心是好的。你跟了他差不了，等那日皇上宾天了，他的日子也不会太差。高贵妃正说着话，皇上就进来了。刚进来就听到自己的妃子说自己病天，差点一口气没上来给气死。爱妃，朕正值壮年，暂时还不会宾天。这女人从来不盼着他好。皇上身子骨好着呢，臣妾啊也是瞎说的。皇上哼了几声，见到上官慈在这儿，立刻又笑着说道：听说今儿你们来送礼了，快来让朕瞧瞧是个什么宝贝。给娘娘的衣裳罢了，近日也叨扰多时，我们就先走了。青青，来。他朝白青青伸了伸手，白青青过去将自己的小手搭上去，被上官慈紧紧地包裹住，心里才踏实下来。皇上见白青青整个人轻飘飘的，看了看高贵妃，示意问她这是怎么了。许是知晓了容叶的身份，愣着呢。哦，皇上心里是高兴了，不需要再遮遮掩掩的，能正大光明的叫一声儿媳妇。那么急着走做什么呀？留下吃饭，朕让人给你准备了你最爱吃的糖醋鱼，还有新鲜的鲫鱼汤。皇上那张温润的脸上露出慈父的笑意，可上官慈依然冷着脸不领情，让皇上委实尴尬了一番。留下吃吧。白青青握了握上官慈的手，她看得出来皇上待上官慈是真的好。好，这让皇上心里倍感失落。是了，他儿子长大了，翅膀硬了，不听他这个老父亲的话了。白青青看着碗里的菜，没什么食欲，主要是也太少了，吃一口就没了，她很不开心。上官慈则拿起一旁的小勺子，给他盛了满满的一碗浓汤，又给皇上和高贵妃分别盛了一碗，最后才是自己的。汤分完了，李斯便将剩下的鱼肉给撤了，看得白青青直心疼。跟皇上一起吃饭，规矩太多，菜不能多吃，每道菜吃几口就得撤，就连饭都是一丢丢。白青青根本就吃不饱，这顿饭勉勉强强的算是吃完了。皇上开始拉着上官慈讨论关于难民的事，他则跟着高贵妃学起了下棋。可他真的不是这块料，棋总是走错，臭得要命，让高贵妃都失了兴致了。是我愚钝，白青青有些不好意思。娘娘棋艺高超，我这样的臭棋篓子就不在娘娘面前丢人现眼了。
瞧你，一过就是个打发时间消遣的玩意儿，怎么还当真了？想当年本宫啊还不如你呢。皇上听了高贵妃的话，也跟着笑了。确实，他从前呀也是个臭棋篓子。他说完，就见高贵妃脸色黑了下来，干咳了几声，赶紧闭嘴。他这个皇上做的委屈。见皇上与高贵妃感情如此之好，白青青突然心疼起上官慈来。按他那么说的话，那他娘一定很苦吧？做皇上的女人很苦的吧？想到这儿，白青青心里咯噔了一下。她看向上官慈，只见他专心地看着一本书，忽然间抬头与白青青对视了一眼，嘴角微微上扬。白青青愣住了，眼前这个男人也会参与夺嫡吗？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样的上官慈。若是到了那一日，他该如何？若是上官慈登上皇位，那定然会纳妃，还不会是1、2个，后宫3000佳丽，他受得了吗？不能，他当然受不了。所以他萌生了一种想法，上官慈绝对不可以继承皇位。上官慈在一旁见白青青脸上的表情变化多端，有些不解。他侧头看着她，觉得是真好看，比起刚进府时候的模样是越来越好看了。上官慈不知道白青青都在想些什么，就看她别扭的模样笑了出来。皇上看他儿子笑，也跟着他的视线看过去，就见白青青嘟着小嘴，一脸为难的模样，在那儿戳着手里的帕子。时间也不早了，回吧。皇上觉得新许氏宫里太无聊，所以白青青不愿意待着，便让他们回去了。一路上白青青都没说话，低着头，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上官慈问了他几个问题，他也没回答。上官慈在他眼前挥了挥手，他才反应过来，冲上官慈笑了笑。怎么了，大人？有些事你无需放在心上，不过是个身份而已。本座依然是你的夫君，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。他知道自己这些话也没有办法让白青青缓过来，可他就是想告诉白青青，自己还是自己，不是皇子。白青青听了他的话，靠过去窝进他怀里，问他：大人，你对皇位有想法吗？莫要在人前提起这件事。我晓得，可是大人你呢？你对那个位置也有想法吗？我想和大人一世一双人，若是大人真的坐上那个位子，那便不能了。到时候我年老色衰，大人便会厌倦我。都不用他年老色衰，面对那么多美女，谁会不动心呢？本座无心那个位置。或许曾经是有的，可自从他成家以来，便将所有的重心都放到这个家里。他府邸也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住所了，而是一个会让他期盼的家。夺嫡之事有多凶险，他心里清楚。若是成了，那他便是人上人；若是败了，那他就是诛九族的大罪。从前他是一个人不在乎，可如今呢？他不忍心让这个花一样的小姑娘随他一起被砍了脑袋，身首异处。真的吗？其实我也曾经想过，就像大人这样一人之下的位置，想必总会有这些想法的，我也能够理解。可是后来我想到，若是你败了，大不了我随你去，也没什么大碍。可若是你成事儿了，我就要和其他女人去分摊你，我是不愿的。所以大人，你若是真到了那一天，就把我休了吧，我不想成为一个深宫怨妇。他这一番话深深地震撼到上官慈，尤其是那一句大不了我随你去了，深深地触及到他内心。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期盼，能让一个人随另外一个人去呢？他娘走的时候，皇上也只是看了一眼便走了，让人给他娘厚葬，修了个陵园，就算完事儿。我不会。是的，他不会坐上那个位置，更不会让小丫头像他娘那般到死都没能和那个男人相守，更不会要他的孩子和自己一样从小便受尽屈辱的活着。真的吗？他清楚那个位置对男人来说多有吸引力，他不怕上官慈有野心，就怕上官慈会骗他。上官慈搓了搓他的脸颊。我娘与皇上算是露水情缘而已，直到我娘生了我，皇上都没说将我娘带进宫，也是我娘自己不愿，说不愿与那些女人勾心斗角。可她后来还是走了。她走了之后，我被白衣养了几年，就参了军，一步步爬到今天这个位置。这一路我看多了后宫妇人的勾心斗角，她们狠起来连自己的孩子都不会放过。说着，他面色逐渐冷了下来。白青青不懂他到底经历了什么，只是他这一番话哪怕就是假的，他暂时也是欢喜的呀。看着白青青茫然的模样，上官慈抱紧了他。青青，我答应过你一生一世一双人，我会做到。他的怀里异常温暖，让白青青异常的贪恋。这样温暖的怀抱，他一点都不想和别人分享。
回到府中，白青青有些不大舒服，便去睡了。上官慈去到书房，不知跟玉少卿说了些什么。玉少卿出来之后，表情异常凝重，似乎是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。白青青醒来的时候，满头大汗。她做了个噩梦，梦到上官慈做了皇帝，反手就把他打入冷宫，还纳了许多嫔妃。最后，上官慈把他拖出冷宫，指着他骂他是个妖妇，下令让人将他烧死。上官慈对他算是没有什么秘密了，可他呢？他的来历就是他的软肋，他不敢告诉上官慈，怕上官慈会骂他是个妖怪，随后将他杀掉。姑娘，你怎么了？玄清，给我倒杯水。哦，好的，姑娘。督主。上官慈应了一声，就看到白青青脸色苍白，3步并作2步来到他身边。可是哪里不舒服啊？没什么，做了个噩梦而已。既是噩梦，就不要乱想了。上官慈替他理了理额角的碎发。还有半个月就是新年了，我可能会忙碌一阵子，你也要照顾好自己。他说完，又看着玄清，看好你们姑娘，若有了闪失，本座……好了，你就不要吓唬他了，还是个孩子呢。他说着，靠在上官慈的肩膀处问他：“要忙多久啊？晚上归家吗？”“归。”“好，那你去忙吧，我歇一会儿就出去走走。”他推了上官慈一把，笑了笑，看着上官慈的脸庞，白青青心里有些心虚。他不知道该如何跟上官慈解释自己的身份，或者说，一旦上官慈知道了他并非是曾经的白青青，只是一缕孤魂，那他还会对自己这么好吗？等出了院子以后，便遇到了玉少卿，手里提着一个浑身湿漉漉的人进来。怎么处置这个丫头，就看你了。白青青愣了一下，上前将人翻过来查看，正是望宁。此时他面色青紫，已经昏迷不醒了。望宁，白青青叫了几声，又让玄清去找了大夫过来，让玉少卿帮忙把人给抬进屋里放好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人这种东西都是贱皮子的，你越是对他好，他就越会蹬鼻子上脸。今儿我出去，就在城西的河里给他捞上来了。至于是什么人下的手，你就不便知道了。不过小嫂子，我还是劝你杀了他。玉少卿说话点到为止，他看白青青的神色有些不大好，就没有再继续往下说。白青青知道望宁这些日子有些不对劲儿，却也没有怎么细想。今日来发生的事，以及今天知道上官慈身份，这些事压得他有些喘不过气。他会死吗？现在不会死，等他醒了之后，就不知道会不会死了。等大夫来后，白青青赶紧让大夫给望宁诊治。大夫让人先去熬了一些姜汤给望宁灌进去，又开了药，说把药灌进去再看。若是能熬过今晚，那便没什么大碍；若熬不过去，那就是命了。最后跟玄清去拿了银子才走的。白青青呆呆地坐在那儿，看着望宁，最后闭上双眼，一滴泪落下，没进他的衣领中。玉少卿见状，起身出去了。他出了院子，亲身上了屋顶，一路踏着白雪出了府。他追上那个大夫，叮嘱他说：“今日之事不可乱说。”那大夫也是连忙点头答应。可玉少卿觉得，只要是活人，嘴总是会有说秃噜嘴的时候，随意跟了那大夫几条街，最后抽剑一挥，给那大夫抹了脖子。等他再回到府中时，就听到人说望宁没了，连夜卷了个铺盖卷给抬出去埋掉。他心里觉得疑惑，便来到主院，就看见上官慈与白青青站在一起，望着月亮，不知道说什么。等他凑近了问：“怎么我一回来就听到人没了？”上官慈看了他一眼：“去书房等我。”“行吧，行吧。”“回屋吧，外面冷。”上官慈扶着白青青进了屋，他低头就看到自己怀里的白青青的头顶，感觉到怀里的人在颤抖，便伸手去抱住他。“放心吧，我已经让人安排好了，日后若是你想见他，我便带你去。”“大人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”上官慈沉默了一会儿才说道：“先前玉少卿跟我提过几句，我便让人跟着了。你也不要太难过，这种事都是常见的，谁家里的下人还没几个吃里扒外的呢？”可我不明白，他待望宁不薄，从他来到府里开始，自己待他就很不错的。每个人的想法不同，做的事也会不同，你没有办法去约束每一个人都按你的想法来，对吗？这是他的选择，跟你待他好与不好没有关系。大人会如何处置望宁？你想我怎么处置他？若是可以，大人便留他一条性命吧。他能做的也就只有这样，给他求个情了。可上官慈将他抱到床上，为他褪去鞋袜和外衣，让他躺好。我去就来，你先睡。好。
他看着上官慈出去后，目光有些黯淡，随即扯过被子将头给蒙了起来。上官慈出来以后，就看到玄霜站在门口。好好看着。是。我列阵在东，会逢人生杀。我列阵在西。上官慈来到书房后，带着玉少卿走到桌案后面，伸手挪动了一下花瓶，一间密室的门就被打开了。他带着玉少卿进去后，只走了大概200米，又在右手边的墙上用力一摁，另一间密室的门也打开了。他们拐弯进去后，又走了半个时辰左右，来到一处空地。上官慈过去一拍石凳，那石凳旁边的地面便凹陷了下去，露出一条密道。玉少卿忍不住翻了个白眼。都说狡兔3窟，他们爷上辈子是个狐狸转世投胎的吧？他跟着上官慈进去后，又走了大概半个时辰，才上了地面。这是一处乱葬岗，一上来就看到一堆一堆的坟包，给玉少卿吓得直接跳起来，抓住上官慈的手。爷，你这是撒手！上官慈嫌恶的给他手拍掉，带他去了一旁的树林，见到一行黑衣人拖着一个麻袋站在那儿等他。路主，人还活着吗？是。杀了吧。上官慈说完转身就走了，他的小媳妇还在家里等着他呢。黑衣人听了这个命令，一行8个人纷纷抽刀捅进麻袋，白刀子进红刀子出，一连每个人捅了3刀，随后将麻袋打开，将里面的人拖进了树林深处，丢了进去。他们回头的时候，不远处纷纷探出绿色的光芒，几人瞬间施展轻功快速离开，只听身后不断的传来狼嚎。不是爷，您大老远的带我过来，一路上一句话都不说，到了这儿就是为了通知他们将人给杀了。玉少卿觉得这不是多此一举吗？不忠之人配活着吗？之所以之前留着他的性命，是觉得他若能及时悔改，这事儿也就算了。可他竟然不知悔改，若不是你一直盯着他，恐怕他早就将那毒药投入青青的饮食中了。上官慈说到这里，目露凶光。本座先前没想过动太子，谁想到他竟然将手伸到了本座的府里。看来太子近日是闲着了，去给他找点事儿做吧，免得他一天到晚惦记着本座的府里，还有皇后那边。你去通知白姨，让他准备一下，让宫里的那人给皇后也添个堵。是。玉少卿望着上官慈的背影，觉得他变了许多。宫里的那枚棋子他从来没用过，而如今单单只是皇后他们动了白青青，他就想动那枚棋子了。爷，你变了。上官慈停住急行的脚步，站在原处停留了一会儿，又再度迈开步伐。等他们回到府里的时候，上官慈与他只说了一句话：现在本座是高兴的。玉少卿听了这话便呆住了，他望着上官慈的背影，过了许久之后才回过神，苦笑了一声，离开了。上官慈回到房间，见白青青已经睡着，他便宽了外衣躺在她旁边，感受着她的体温，她的呼吸，忍不住笑了出来。他能体会到他娘当时的心情，遇到自己在意的人，或许就是这种感觉吧。姑娘，往年咱们府里呢也没个女主人，今年都是随意的走个过场。如今年不同了，您看老奴这般安排可好？他说着将册子递给白青青，白青青有些尴尬，玄霜替他接过去读了起来。新年时分，下人拜礼，夫人当给予赏赐，各府需要相赠的节礼名单如下。玄霜看了几眼，姚家和白家都在名单上，还多了几家文臣的名字以及几个武将的名字，纷纷给白青青报了一遍。教书安排就好，至于打赏的，改成8分的银颗子吧，再额外给2两银子。今年大家伙都不容易，也算是府中的一点心意了。嘿，好嘞，老奴这就去张罗去。嘿，好嘞，老奴这就去张罗去。哎，姑娘，大年30那天晚上，府里的下人会去给您行礼，到时候啊，您将准备好的东西给他们就是了。好。白青青看管家离开，拉着玄霜说道：管家为何突然要与我说这个啊？许是姑娘这个称呼叫得厌烦了，该改口了。正赶上新年，就算是连改口费一并给了。改口费？啊，小姑娘叫了许久，说是突然改口夫人，她还有些不习惯。夫人？白青青茫然了一番，笑出来了。原来是因为这个。姑娘跟爷的感情好，我们做属下的看了也高兴。这府里早该有个主母赛了，省得冷冷清清的。往年的上官府，哪怕是新年也没什么烟火气。玄霜记得每年他都和阿大他们几个出去偷吃东街李记家的烤鸡，等他们吃完闹完回来，还不见上官慈的身影。今年应该会很早就见到他们爷的身影了。对于玄霜的这句话，白青青也只是笑笑，没有太在意。他如今还会在意什么身份吗？
不管别人称他为什么，他跟上官慈的关系都不会改变的。一转眼便到了除夕，晚上高贵妃派人来接他进宫。今儿个除夕宫里设宴，上官慈也去参加了，他则被高贵妃留在云祥宫里等待。林渊伸出手，开始在他手心上画着云嫔娘娘的寝宫。云嫔是哪位？他还没问完，就听见不远处传来一声声娇喘。他惊恐地和林渊对视，就看到林渊脸上也同样是惊恐的模样。那声音愈演愈烈，二人的心脏快速跳动着，好像随时都会跳出来一样。今日宫宴，各宫主子都不在，许是哪个宫里的宫女儿和侍卫在偷腥吧。白青青指了指他们身后，示意林渊往回走。林渊点头，突然脚下一滑，二人摔倒在雪地上，发出了声响来。假山后的声音瞬间停止了。白青青拉着林渊，二人爬起来就往回跑。待假山后的人出来时，露出一张美丽的容颜。那女人看上去也就20来岁，她躲在一个男人身后，紧张地抓住他的袖子，害怕地问：我们的事会不会露馅了？那二人是谁？绝不能让他们说出去。这里离高贵妃的寝宫最近了，那二人绝对是高贵妃手下的婢女。太子殿下，您可要处理掉他们啊！正是当今皇后的嫡子慕容简。高贵妃素来与我母后不和，如今她是不能留了。那女人哆嗦了一下，靠在他背上小声地说道：他人受殿下登上王位，莫要忘了云儿才好。你且放心，本座若是登基，定不会忘了你。父皇那儿你还得替我盯着。那是。太子殿下，方才殿下还没尽兴，不如……不必了。慕容简一把推开他。马上宫宴也快结束了，本宫也该回去了。日后有时间再来吧，与你共度春宵。他脸上虽带着笑，心里却已厌倦。他推开怀里的女人，转身便走了。一路上他看着脚印走，径直来到了高贵妃的云祥宫宫门口。他冷眼瞧着里面，最终定格在一张明艳的小脸上，一颦一笑都让他觉得那就是他魂牵梦绕的女子。不知道是哪家的女子，他没有见过，也不曾听说过高贵妃娘家家里有年纪小未出阁的女子呀。慕容简在门口驻足观望了许久，最终转身离去。白青青用眼角的余光打量了一下宫门，见那人走了，便松了口气。林渊，你晓得那人是谁吗？林渊伸出食指冲他比划了一番。大皇子。他看这是个一，那就理解为大皇子了。他说完，林渊冲他竖起了大拇指来，表示他说对了。可白青青的心却悬了起来，遇到一对野鸳鸯，才回来没一会儿，太子就路过。那方才的野鸳鸯莫非……他不敢再往下想了，他自己想到了什么不该想的。大约又过了半个时辰，上官慈从屋顶上下来，随后皇后与高贵妃一起回来，宫人们便识趣的将宫门给关上。今个咱们一家人都别拘谨。父皇听容爷说你喜欢吃肉，特意让厨房给你做了些，来，你快尝尝。皇上，臣妇……他近日是愈发的圆润了，可不想再吃肉了。哎呀，什么臣妇是儿媳，这儿又没外人，朕就是你爹，可别叫个生分了。是，儿媳近日体重明显上升，得吃点菜，不然就成球了。哎，话可不是这么说的啊。皇上夹了菜给白青青，说道：你还小，还在长身体呢，多吃点是没什么的，就像朕。他瞧了瞧自己圆润的手，叹了口气。哎呀，朕是该吃些菜了啊。其实他是想说，儿媳妇你可多吃点吧，长得白白胖胖，将来也给朕添一个白白胖胖的大孙子。白青青看着自己碗里的肉，咽了咽口水，跟皇上道了谢，便吃了起来。这肉肥而不腻，入口即化，味道更是一流。怪不得人家都说宫里的饭菜堪称人间美味。哎呀，有钱人就是会享受生活呀。皇上看白青青吃了不讲话，以为是他喜欢，就一个劲儿的给他夹菜，最后撑得白青青打了好几个嗝才罢休。皇上看白青青吃了这么多，心里也高兴，笑得合不拢嘴，就连李斯都在一旁夸着白青青。老奴见了那么些个主子，从未见过像上官夫人的胃口这么好的姑娘呢，看起来可真讨人喜欢。他这话是心里话，确实从来没有见过像白青青这么能吃的，怪不得比之前圆润多了，感情就是吃得多养出来的。虽然是在夸他，可他一点也不高兴，委屈地看了看上官慈，见他在憋笑，心里就更不开心了，暗地里伸脚过去踩了上官慈一脚。上官慈被踩这么一脚也没恼，索性将手伸到桌子下面，将他的脚抬起来放在自己大腿上给他按摩，给白青青闹了个大红脸。是哪里不舒服了？没有。白青青抽了几次才将自己的腿从上官慈手里抽回来，老实的并拢在一起。高贵妃看他这模样，与皇上相视一笑，各自都是心知肚明的，肯定是上官慈做了什么坏事，但谁也没有说破。吃过饭，皇上与上官慈下了一会儿棋，高贵妃则拉着白青青说了一些体己话，一连到了后半夜才让人悄悄地把上官慈他们给送回去。
今日宫宴，大人可有见到太子？中途太子身体不适，便下去休息了，直到宫宴快结束才来。怎么，有事？我在贵妃娘娘那儿等你们回来的时候，见到一只白猫，便追着它出去了。谁知到了云嫔的住处，在一处假山旁边，它突然红了脸，说话都吞吞吐吐的。我听见了一些奇怪的声音，以为是哪个侍卫跟宫女耐不住寂寞，想想就算了。跟凌渊回来时不小心摔了一跤，惊动了那二人。你可有事？上官慈扶正了他，目光在他身上扫了一遍。我没事，只是大人，我和凌渊回宫之后，便坐到软榻上歇着。谁知道我看到太子追了过来，在宫门口逗留了一会儿。你说，他没有再继续往下说了。想来上官慈也是能够明白的。别乱想了，这事儿你也莫要乱说，就当做不知道。他嘴上虽然这样说，脸上却露出了愁容。白青青见他面露愁色，也不知道能说些什么来安慰他。二人到了府里也有些乏了，洗漱之后便歇下了。因除夕宫里给了假，所以上官慈第二天起得也晚。等他们起来时，外面都挂上了红灯笼。按道理，昨天下人们该来拜见白青青的，偏偏给耽搁。于是今日他们起来之后，管家便让他们到了前厅，自己带着府中的一干下人前来请安。也是今天，上官慈让府里上下所有人都改口叫白青青夫人。她一张小脸泛起一丝桃花色，垂下眼睑，嘴角含笑，忽然侧脸和上官慈对视了一番，露出浅浅的梨涡。下人们都领了赏赐，全都站到一排。上官慈看了他一眼，让他说几句话，表示。今年如往年不同了，以后大家的日子也会过得更加红火起来。你们是上官府的奴仆，跟了大人多年，也算是家仆了。若是上官府好了，你们才会更好；若是上官府败了，你们的下场也就只有流放。我不希望家里出来一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在背后使坏。你们签的也都是死契，想必都清楚。若是你们犯了错，即便是我将你们打死了，那也是情理之中合法的。所以，他站起来向他们走了一步。我话都说到这个份上，大家也都能明白吧？如今他在下人眼中的身份不同，有些话就该说出来敲打他们一番，省得日后麻烦。清楚。下人听到白青青说将他们打死的时候，个个脸色都变了。也都别紧张，大家都和和气气的，日子才是好过。都下去忙吧。白青青说完，坐回椅子上，看着下人们都走了，才松了一口气。倒是有份主母的架势了。是吧？我也这么觉得。上官慈起身与他执手到了院里，感叹道：这雪终是不下了，想必新的一年定然是个好年份。轩辕这一年的灾也该过去了。是啊，等暖和些了，我爹爹和娘亲还有外祖父是不是就要回来了？看着他的笑容，上官慈也撤出一个微笑，说是的。可他心里却泛起一丝波澜。白家夫妇会回来的，可姚老将军却不一定能回来。前些日子他接到密报，说是姚将军不慎受伤，为了保命不惜断臂，情况不容乐观。他一直没有想好该怎么跟白青青说这个问题，如今他问起来，自己也只能说些个违心的话。今年多地受灾，粮食紧缺，又有那么多难民，一时间让他很是头疼。朝堂上鸦雀无声，皇上黑着脸看着下面的大臣们，一个个吃得溜圆，也想不出一个什么好法子替他分忧。父皇，儿臣以为不如将这批难民送往江南附属地区，让当地帮忙扶持。太子此计不妥呀，难民大举迁徙并非易事，其次现在严寒，路上能不能熬过去还是个问题。再者，难民去了住哪儿，谁来接管？土地都是有记录在册的，多少人多少地都清清楚楚。突然的到了一大批难民，该如何处置呢？再者，难民都移到了江南，那原有的地区便空了下来，久而久之不就成了无人之地了吗？无人之地又如何？现在要紧的是要让这批难民活下来。儿臣愿护送这批难民前往。庸才，落叶归根，他们曾经的故乡才是他们的归处。更何况人若不在了，那地就会荒着，地一旦荒着就废了，损失不可计量。太子见他二人开始唱双簧，脸色变黑了，开始跟慕容清据理力争，吵得不可开交。太子无才，想的这些法子都是没脑子的。他心里清楚，太子不适合做这个皇位，可他是太子，将来是要继承自己皇位的，也不好服了他的面儿。可他又瞧见慕容清微笑的脸，以及上官慈无奈的神色，他怎么好答应？哎呀，李斯呀，朕身体有些不适，
扶朕回去歇歇啊。退朝。他握住李斯的手，暗自发力，一个劲儿的给他使眼色。皇上您慢点，您慢点。传太医，传太医。皇上。朝臣们也担忧，却识趣的退下。一时间，大殿上便只剩下上官慈与几位皇子。哼，大哥真是好气魄。太子慕容简冷哼了一声，他见了慕容清这副笑面虎的模样，就想上去打他一巴掌。太子，难民的命也是命，不是用来邀功的筹码。人与人都是平等的，不过是我们会投胎，所以身份高贵了些而已。现在雪停了，化雪之时天气会更加寒冷。你要这些难民大批量的迁徙，有没有想过路上会死多少人？本宫是为了他们好，弱肉强食，适者生存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慕容清生的比慕容简要高一些，他的容貌也是随了高贵妃多一些，散发着一种与生俱来高贵的气势。皇上这几个儿子当中，慕容清和老四慕容宁还有上官慈的容貌是最好的，其余几个皇子也都是中规中矩。太子的容貌就略显为平庸了，所以他一直都瞧不上慕容清。况且历来都是立长不立嫡，之所以慕容简能当太子，完全是因为慕容清说自己不想做皇上，他觉得做皇上没有自由，还要操心，他怕操心久了容易老。哼，太子说的是。上官大人，可否与我同路？同路。走。你。慕容简气得握紧拳头，看着上官慈跟慕容清离去，咬紧牙关。二哥，你别生气了，上官慈也就是仗着父皇喜欢他罢了，一个太监而已，再威风能威风到哪儿去啊？一旁五皇子慕容谦安慰着。哼，也是。听说他还娶了媳妇儿，是姚家的外孙女，真不知道姚家是怎么想的。慕容谦已是有了封地的王爷，若非此次新年，他也不会被召回京，对于京城的消息也是有所迟缓的。他不清楚白青青嫁给上官慈完全就是慕容简一手促成的。他冷哼了一声，也没搭理慕容谦，便离开了。慕容谦看着慕容简离开，握紧双手，眼里带了些许怒火。真是个蠢材，他竟然想去将难民送走，送他。那个字他给咽回去了。许他什么？上官慈不怀好意的笑了。你何时变得如此粗俗了？他的手搭在慕容清的肩膀上，邪魅一笑。怎么，我们风度翩翩的清殿下，如今也是这般的暴躁了？暴躁？哼！若他不是我兄弟，我早就教育他了。还真以为做了太子就无法无天了呢？没人管得了他了。慕容清说着，便冷笑起来。哼！瞧瞧他这些年都做了些什么事儿？身为太子，一件人事都没做好。此次灾情严重，我听说下面居然还有人给他送礼，送的都是什么礼啊？都是民脂民膏。他越说越觉得气愤。他这个弟弟因着是皇后的第一胎得子，便异常宝贝。你这个弟弟看来是愈发的容不下你。阿青，早做打算吧。我知道，父皇年纪大了，我不想他难过而已。倒是你啊，何时肯回来认祖归宗啊？难道你想等白青青产子之后，还是与你一同姓上官啊，而不是姓慕容？爹知道了呀，心里会难受的。说到这里，上官慈脸上的神色暗淡了下来。过了许久，他才说道：我们上官家就只剩下我一个了，我的孩子定然也是姓上官的。他不清楚自己的娘亲来自哪里，只记得小时候他娘会跟他说起一个叫魔都的地方，是一个不夜城。他娘走了，上官家就只剩下他。若他的孩子不姓上官，那上官家就真的绝后了。再者，我若是认祖归宗进了宗庙了，你觉得皇上的脸面还能挂得住吗？他笑了笑，继续说道：名字，一个称呼而已，我想他不会在意的。他若是不在意，无人的时候便不会叫你容叶，而是叫你阿慈了。容叶，慕容叶，你当真不……慕容清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被上官慈给打断。上官慈说道：我还有些事，便先走了，我们日后再聚。他说完，加快脚步离去，留下慕容清一个人在原地驻足，观望着他的背影。上官慈一路快速的走着，不觉得红了眼眶。他依稀记得母亲死的时候那种绝望的模样。他答应过母亲不恨这个男人，却做不到原谅他。他的孩子也只能跟他姓上官。大人可是哪里不舒服？关上门的一刹那，上官慈回转过身子，紧紧的抱住他，将头埋在他的颈间。过了许久，才问他：青青，你会离开我吗？他很怕白青青有一天也会离开他，他怕白青青现在与他在一起，完全是因为年纪小不懂事，才会选择留在他身边。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的，明天、大后天会一直都在。大人，你是我的夫君，便是我的一切。上官府就是我的家呀，我不在你身边，我还能去哪儿呢？我心心念念的人是你呀。大人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怎么突然说这样的话？上官慈深吸一口气，调整了一下情绪，松开他说道：没什么，只是今日想起了一些往事，心里总会有些落差。他勉强的笑了笑，模样让白青青看起来很担心。时宫里又出什么事了吗？
没有。他看着外面的积雪，心里总是有一种慌乱的感觉。看上官慈有些失魂落魄的模样，白青青心里担心极了。大人，今日时间还早，不如你陪我去一趟白家吧。论理说，我们也该去看看的，省得落了别人口舌。好，需要带些什么过去？你要管家去准备。无需带什么回去，左右到时候会路过街上买些点心过去就是了。对他来说，此次前去也不过就是去走个过场而已。毕竟他如今嫁了人，他是无所谓外面的人怎么说他，可他不希望上官慈与他一起被别人当作饭后闲话。好，总归是出去一趟，不如要管家备些节礼。我们再去姚家一趟，省得走第二趟了。天冷，你也少出去走动，免得给冻着了。好，上官慈给白青青盖上了从大卫他们手中买来的毛毯，笑着说道：夫人今日比昨日更美了。自从他让下人改口叫白青青夫人以后，自己叫的也更加顺口了，嘴巴也比往日里甜了不知道多少，动不动就要夸赏他一番，逗得白青青都不好意思了。大人从前也不是这般的，怎的就学来那些个让人听了羞耻的话？你我夫妻之间，说一些也无妨。人家都说情人眼里出西施，白青青想这话应该是对的，不然上官慈也不会变得如今这般油嘴滑舌了。不是说祖父备好了酒菜等我和大人吗？怎么带我来了姐姐的院子？他伸手握了握上官慈的手。上官慈听白青青这么说，便蹙起了眉头。这白江今日3番5次的暗示他，可以将白岩也送进府里给他，他都装作听不懂给拒绝了。怎料今日他竟然准备这一出，他暗自冲白青青摇了摇头，示意他没什么，见机行事即可。上官大人！一下扑向上官慈，结果上官慈往后一退，他便扑进了雪堆里。小姐，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婴儿将白岩扶起来，哀怨地看了一眼白青青。二小姐，我家小姐今日身子不爽，身子也虚了些，你怎么不让上官大人扶一下我家小姐？婴儿，别胡说。抱歉，妹妹，婴儿平时被我宠惯了，说话有些不小的轻重，你别见怪。他看到白青青那只被上官慈握在手心里的手，咬了咬下唇。我也觉得是姐姐平时太宠这丫头了，让她不知道什么是主仆尊卑。姐姐身子不爽，还不在里面休息出来做甚？祖父不是说给我们安排了酒菜吗？怎么就将我们带到姐姐的院子里了？祖父是安排了席面，是在我这里。妹妹也是知道的，姐姐的小厨房做的东西味道极佳，妹妹曾经不是很喜欢的吗？所以这次姐姐呢，也让小厨房给你做了许多你喜欢吃的点心和菜肴。白青青想了想，原主确实是喜欢来她这里蹭吃，可并不是因为喜欢吃，而是因为她这里每次剩菜剩饭都多，能让她捡上一口填饱肚子。真是难得，姐姐还知道我喜欢吃什么。妹妹可是经常来我这里吃点心，我怎么会不清楚妹妹喜欢吃什么呢？祖父说估摸着你今日该来了，所以我一大早就让人备下了。走，跟姐姐到屋里尝尝吧。既然祖父不在，我们就回了。大人身上还有伤呢，不好在外久坐。妹妹出嫁也有大半年了，嘴巴也被大人养刁了些，往日里的东西早就不喜欢了。姐姐日后也不要再做，省得浪费。他看着白青青，心里冷笑，不就是嫁了个宦官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等事成之后，她还会是一国之母呢。是妹妹不喜欢姐姐做的点心了吗？白岩走向白青青，露出伤心的神色。他向前拉着白青青的手，暗地里用劲。妹妹曾经不是说最喜欢姐姐做的点心了吗？哎，妹妹如今想吃什么点心，大可告诉姐姐，姐姐做给你吃。不必了，姐姐这双巧手还是好好的保护着，用来绣花吧。妹妹如今的嘴被大人养刁了，只喜欢吃大人府中的菜。他说完抬头，正好对上上官慈的目光。二人相视一笑，谁也没有再多说什么。可他还记得今日要做的事，记得白江的吩咐，所以无论如何，他都要将二人留下。便笑着上前说道：妹妹这是哪里的话？只要是妹妹喜欢，姐姐做什么都可以的。姐姐真的不必如此，我们还要去我外祖父那儿，就不多叨扰了。若是祖父问起来，姐姐带我与大人向祖父问好。白岩看他们要走，赶紧上前阻拦：妹妹别走。姐姐还有事吗？今日白岩多次要他们留下，肯定没憋什么好屁。若是祖父知道妹妹和上官大人回来，连个饭都没吃上就走了，定然会怪罪我的。怪罪？哼，今日也不是什么特殊的日子，有何可怪罪的？再者，本座来白府，白尚书不出来也就罢了，要你一个未出阁的女子来招待，算是什么礼仪？是他瞧不起我上官慈，还是他太看得起白大姑娘了？哼，夫人，我们走。上官大人，上官大人！白岩在二人身后紧紧地追着，一路小跑，不慎又滑倒。可上官慈和白青青头也不回，就像身后有瘟疫一般，快速离去了。小姐啊！婴儿上前想要扶起白岩，却被白岩反手就是一巴掌。你个蠢货，你就不会拦着他们两个吗？他几乎要被气死了。
原本他祖父为太子筹谋未来，太子也许诺会给他后位，可到现在却迟迟不肯娶她为妃，白家就着急了。正好上官祠他们来，他就想了一出计，谁知道这二人根本不肯多在他这里停留。贱人！出了白府，白青青一双大眼睛弯成了月牙，哼，真是解气。大人有没有看到白颜那张脸，气得都快拧到一起了？看到了，我夫人比他好看得紧。还顺道夸了他一句，大人竟然学会油嘴滑舌了。这算什么油嘴滑舌？只想要我的夫人更开心而已。他笑了，薄唇微微翘起，一张俊美无愁的容颜让白青青越看越沉迷，最后忍不住上去捏了一把，才说道：大人说的也是，这些个甜言蜜语确实能让人开心。是的。外祖母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？是母亲的意思，你本就身子不好，她不想你太操心了。唉，母亲年岁大了，难免有身子不舒爽的时候，你呀也不要太担心了。他说完，看向上官慈，只见对方微微摇头，他心里便清楚了。外祖母不让说，是怕我担心，可如今我知道了，不是更担心吗？白青青看着何氏紧闭的双眼，心里酸涩。前些日子还好好的，怎么就这样了？他说着，眼圈跟着就红了起来。看何氏双眸紧闭，他这一颗心都跟着悬了起来。大娘子看白青青失神，给上官慈了一个眼色后，便出去了。大舅娘，边关的事儿，你没跟庆儿说吧？还未说，不过迟早是要知道的。那就能瞒多久是多久。这孩子心思重，若是知晓了，定然是受不住的。青儿，什么事要瞒着我？他走进上官慈的身边问：大人有何事瞒我？上官慈目光闪烁，心里也十分纠结。他看了一眼大娘子，最后说道：姚老将军遭遇不测，为保命，只能断臂。青青，他话没说完，就见白青青两眼一闭倒下去了，气得大娘子破口大骂：你是不是个傻子呀？你就这样说出来，他怎么能受得了？他是觉得如果他不说，白青青肯定会跟他闹别扭，与其说跟自己闹别扭，那还是让他晕上一晕吧。白青青秀眉紧皱，神色略显慌乱。上官慈心疼地握住她的手，心中自责不已。他没有办法替白青青承受这份痛楚。待大娘子带了大夫过来，大夫诊脉之后若有所思，他瞧了瞧上官慈，又看看大娘子，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我家孩子怎么样？那大夫看了看上官慈，有些不敢说。不如与老夫借一步说话。借一步？我夫人是有何不适，需要你借一步说话？小人不敢，小人不敢。谁灌醉你了？有什么话你就说了。三娘子一进门就看见这大夫吞吞吐吐的，这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。有什么话你就尽管说便是，除了是我来给你顶着。这……大夫看三娘子这么说，又看了一眼上官慈，他怕的是眼前这位活阎王呀。你说，本座不与你计较。老夫……你说话利索点，别像个结巴一样。一旁三娘子不满了。这小姐没什么大碍，不过是一时气急攻心才昏了过去。只是老夫方才给这位小姐把脉时，小姐可能有喜了，只是看样子这月份也不大，老夫不是很确定，所以他清楚上官慈是个宦官，这宦官的妻子有喜，那不就是给他戴了绿帽子？这可是奇耻大辱呀！一时间，整个房间里鸦雀无声。上官慈呆愣愣地看着白青青的小腹，最后伸手摸了上去。这一举动在太医眼中就像是上官慈此时已经气急败坏，要伸手过去将那小肚子给剖开一般。大夫的心里忍不住在呐喊：他就要看到血腥的一幕了吗？想他行医这么多年，还没见过如此场面呢。大夫，你先回吧。今日之事，望大夫莫要外传。等大夫走了以后，大娘子和三娘子对视一眼，问上官慈：你打算如何处理？处理？上官慈看了他们一眼，有些没明白。上官慈，你如今这个身份，若是添了一个孩子，你觉得你还能坐稳现在这个位置吗？皇上之所以信赖你，不就是因为你宦官的身份？大娘子有些愁态，若是被人知晓，怕是他家闺女儿后半辈子都要活在被算计之中了。上官慈想了想，皇上可是一直想抱孙子的，若是皇上知道，肯定会开心，断然不会让孩子出事。说是真的没法子，就给魏婉药，也莫要与他说，省得他晓得了难受。这孩子若是知道了，定然会舍不得的。可如今这局势明摆着的，
就像他外祖父这次遭遇不测，不还是那些个有心个人给安排的？若是他们再晓得你的身子好了，还孕有一子，断然不会放过青儿的。药。上官慈一恍惚，便握紧了拳头。这孩子，本座要定了。他从未有过这种期待，似乎能想象几年以后，一个摇摇晃晃的小娃娃冲他喊那么一声爹爹。无论如何，这孩子他都会保住。你拿什么保？上官慈，你如今在这个位置，个个都把你当做眼中钉肉中刺。你说保，你拿什么保？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，难不成你还想造？三娘子突然把到了嘴边的话又给缩回去了，她被自己的这个想法给吓到，然后警惕地看着上官慈。三舅娘怎知我不会造反？他这话说的，把三娘子吓得坐到了椅子上。你造反这件事，像我这种大权在握的人是干得出来的。整个轩辕有一半的兵力在我手中，若我做不了皇帝，也绝对会扶持一个听话的人做皇帝。他们什么心思我都清楚，往事里的不计较罢了。可我的人，岂是他们能说动就能动的？若皇帝管不了，那我便自己做这个皇帝。他这一番话震惊了姚家的两个儿媳妇，他们二人望着上官慈带笑的侧颜，觉得有一种无形的压力使他们喘不过气来。上官慈，这话你说说也就行了，反正这月份还不大，先瞒着吧。他娘那儿，是你派人去告诉一声，还是我派人去？这事儿总不好瞒着那边。那就劳烦大舅妈了。他此时心里高兴着呢，才没那个心思去找人到边关通传。大娘子鼻孔里喷出一口气来，瞧着上官慈那痴痴的模样，心里是又气又笑。也好，说的他外祖父那儿情况不大妙，所以老太太就病上头了。这个好消息过去，也希望老爷子能挺过来。会的，我要人带洛神医去了，只要老将军在他之前没咽气儿，都会给救过来的。洛神医，洛神医，二人疑惑了。诡医洛生。上官慈今儿是打心眼里开心，嘴角一直微微翘着，恨不得咧到耳根子去。我与他说，若是治不好姚老将军，他就给我死在边关就成。他说这话的时候都是嘴角含笑的，一双凤眸全都扑在白青青的小腹上。他觉得很神奇，这样小的一个小姑娘，这么娇小的身体，会给他生出一个孩子来，这种欢喜是外人无论如何都想不到的。大娘子和三娘子瞧着上官慈这欣喜的模样，摇了摇头退出去了。他们得赶紧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何氏。娘，爹那儿您就不用担忧了，上官慈找人带了诡医去爹那儿了，保准是没事的。诡医？可是那个人人口中相传的诡医，是娘，就是那个诡医。您就放心吧，先把身子养好，等爹他和妹妹妹夫一同归来，想必是快乐的。何氏听到他们说上官慈请了诡医去给自己家老爷子治疗，心中高兴不已。青儿呢，是不是也知晓了这件事？娘，青儿在妹妹的院子里歇着呢。大娘子说到这儿，给三娘子使了个眼色。怎么了这是？发生了什么？怎么你二人跟做贼了一样？可是又犯了什么错？说吧，娘也不为难你们。方才我与上官慈说起父亲之事，被青儿知晓了，青儿当时就昏了过去。娘，妹妹没事了。他回头给了自己儿子一记白眼。没事。现在情况如何了？何氏靠在床上问他。青儿身体无恙，不过青儿好像是有了。你说什么？大嫂，你在说什么？青儿有了？大夫说是月份小，还不大确定。但是我请的是周大夫，做了几十年的大夫了，哪那么容易出错呢？他因怕上官慈不高兴，还不敢在他面前说呢。哎，这是好事啊！是好事啊，总是怕青儿这辈子就毁在这人手里。如今若有了孩子，也算是件圆满的事了。是呀是呀，那我们岂不是要做舅舅了？可何氏却露出纠结的神色，他想了想说道：这件事不管真假，你们都给我烂在肚子里，切记千万都不能外传，否则就给我滚出姚家，听到没有？儿媳明白，儿媳明白，孙子明白，孙子明白。看他们心里都清楚，何氏这才放下心来。你们妹妹嫁的都不是个寻常人，说是个寻常人家，这确实是一件天大的喜事儿。可你们妹妹嫁的是轩辕朝最大的宦官，你们也清楚这意味着什么。哪怕是他上官慈自污，咱都不能承认，这样会害了你妹妹的，可明白？何氏就怕这件事是真的，最后会被那些个别有用心的人拿去利用。娘，您放心吧，我们都会清楚的。大夫那儿我也给他说了，叫他保守这个秘密。你办事我放心，可就怕会出什么差错。何氏看了一眼大娘子，带着冷漠的神色。大娘子立刻会意，儿媳知道怎么做，那就好。我也累了，你们都下去吧。一群人守着我这个老婆子做什么？去吧，该干嘛就去干嘛吧。
有鬼医前去救治自家老爷子，他这心已经放了一半。可如今本该是件喜事，他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，就好像有一颗大石头压在他的胸口，让他喘不过气。那媳妇先下去了。这边上官慈一直守在白青青的旁边，他目光一直停留在白青青的小腹上，嘴角止不住的上扬，笑得像个二傻子。就这样过了1个时辰左右，白青青才在上官慈的注视中苏醒过来。他看到上官慈时落泪了。大人是否早就知晓外祖父的事情？是，有探子来报，我便要落老去了。你放心吧，姚老将军定然会平安归来的。会吗？那可是断臂呀！他一下子就哭了出来。别哭，青青，别哭。上官慈替他擦着眼泪，心疼极了。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老将军年纪大了，此事一出，他便可以颐养天年了。正好姚老将军回来享清福，他就可以安排人上去了。他曾经无心那个位置，哪怕是现在，他也没有兴趣。可姚家三娘子说的对，他拿什么来护着自己的夫人和幼子呢？如今皇上在位，他定然不会有什么差错。可若是太子登基，第一个恐怕就是将他处置而后快。他不能坐以待毙，哪怕是他不做皇帝，与他不合的人也绝对不能做皇帝。可这个代价也太大了些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何外祖父会伤得那么重？今年的天灾本就颗粒无收，又赶上了雪灾，食物供给缺陷是一回事，还有便是有些人不想姚老将军他们凯旋而归。再者，也是老将军他们自己大意了，原本该10人驻守之处，老将军只派了5人，敌人绕后包抄，想生擒老将军，结果被老将军给躲了一劫。外祖父行事向来是谨慎的，他断然不会做出这种不小心的举动。大人，你有事在瞒着我。白青青看着上官慈的双眼，见对方神色有些闪躲，就知道他在撒谎。上官慈突然觉得白青青长大了，他觉得不好骗了。你若是不说，我就自己去边关问清楚。他说着挣扎着坐了起来，就要下床。上官慈见状，赶紧将人给拦住。你先别激动，当心身子。我又没什么事，你快告诉我，到底是出了什么事？为何突然就这样了？你就放心吧，有洛神医在，姚老将军不会出什么事的，就不要乱想了。此次之事，怕是查不到什么线索和破绽的。你的意思是，这次的事件是人为的，还是轩辕的人干的？此次前去，姚老将军是主帅，爹娘是副帅，可监军却是太子的人。后来我让人去查过，处理得很干净，没什么破绽。我要落老去的同时，还派了忘忧谷的人一起去，他们会保护好老将军的。估计再过2天，老将军受伤之事便会传回京城，到时候皇上一定会要老将军回来。具体的情况，我们也只能等老将军回来才知道了。白青青咬了咬下唇，过了许久才说道：就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？现在太子就敢明目张胆地对他外祖父动手，若是哪一日他登基做了皇上，那他们还能有活路吗？大人，我猜。大人，无论你对那个位置有没有想法，答应我别让太子做了皇帝可好？他不在乎谁做皇帝，可太子不行。好。这是白青青头一次对他开口要他去做什么，无论这件事有多艰难，他一定会做到。听上官慈这么说，白青青心里突然稳了下来。他知道这个男人既然承诺了，就会去做的。青青，上官慈看他蹙眉，抬手揉了揉他的脑袋，说道：别总是愁眉苦脸的，以后孩子也会学你的。他笑了笑，以为上官慈在开玩笑逗他开心。现在这个情况，让我如何开心得起来？外祖父他一日不传来好消息，我便一日不得安心。还有我爹娘，他们一天不回来，我就放心不下。他们会回来的，一定会的。大夫说你应该是有了身孕的，所以开心一些，这样孩子也会跟着开心。一听这话，白青青整个人都愣住了。啊，什么？你说我？他迅速低头看着自己的小腹，他机械地转头看着上官慈，只见他眉眼弯弯，就像那个年画里的送福娃娃一般。他从未见过上官慈笑得如此开心。他伸出双手交叠住护住小腹，笑了。是真的吗？是真的吗？上官慈突然想起来，那大夫说的是可能有喜了。他方才是欢喜过头，忘了揣摩大夫那句话的意思，只好尴尬地说道：大夫说月份还小，脉象不是很清楚。白青青实话，好半天才缓过神来，扑哧一声笑了。原来这八字还没那么一撇呢，你就高兴上了？大人，给你添个孩子我是愿意的，可如今这个局面，我不能。他清楚上官慈是什么身份，如果多了这么个孩子，那上官慈的处境就会更加危险。上官慈翘起的嘴角逐渐平滑，他望着白青青说道：我会护好你和孩子，太子无能，绝不会成为新帝。
若是没个与我交好的人继位，那我便自己去做这个皇帝，这样就不会有谁能伤得了你们母子。皇帝，白青青心里无比震撼。她望着眼前这个人，吸了吸鼻子，向上官慈靠过去，将头靠在他胸前，聆听着他的心跳。这不是在做梦，是真的。有这么一个男人肯为了她不惜付出一切代价，哪怕是去争那个高高在上的位置，成为万人之上的至尊，只为了给她一生安康。大人，我不喜欢你做皇帝，太累了，不如找一位人君，到时候我们就归隐山林吧，远离这些喧嚣。到时候我们一家子找个小村子，养一点鸡鸭，好好过日子。好，只要夫人觉得好，那便是好的。既然他夫人不愿，那他就不做。不过这新帝的人选，他心里是有了打算的。他觉得慕容清正好，为人正直，心眼又好，性子也够沉稳。一旁画房喝茶的慕容清忍不住打了个喷嚏，他没想到自己这么快就被人惦记上了。与上官慈将他外祖父受伤之事的前因后果问了个清楚，得知结果之后，他更加气愤了。好歹我外祖父与爹娘也是为了轩辕，他们怎么能这样啊？说着说着，眼泪就吧嗒吧嗒的往下掉。太子不过就是怕姚家功高盖主，竟然现在就想着去打杀他们。这事儿皇上知道吗？许是知道了，但是太子做得干净，也没什么法子。上官慈递给他一杯水，说道：“你放心，我会安排的。”好。二人聊了一会儿，上官慈便扶着白青青来到何氏的屋子，看外祖母。孩子，外祖母知晓你是个聪慧的，可如今这局势，这孩子生出来也是受苦，趁着月份小，就将他剁了吧，省得他出来了被人算计。何氏也是深思熟虑的，如今上官慈这个身份委实尴尬，比起要自己家的宝贝外孙女守寡丧命，他宁愿把这个孩子给舍掉。听了何氏这话，白青青红了眼眶。孩子，你是个聪明的，你明白什么时候做什么样的事儿，对吗？老夫人，这孩子本我留定了，老夫人也莫要操心了，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才是。想必老将军回来时，也不愿见您这样病殃殃的样子。他实在是喊不出这一声外祖母。再者，何氏还在怂恿自己的妻子剁掉自己孩子，他怎么能没有怨气？你护，你怕是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身份，你拿什么护着他们母子？这件事儿一旦被人知道，上官慈你是要被砍头的，你这是欺君罔上。砍不了，我自然有自己的法子，老夫人就不用操心了，照顾好自己便是。时候不早了，我和青青就先回去了。你，何氏见他冥顽不灵，便怒了。你想没想过这会带来多大的灾难？这个孩子的出现能叫你我二人两家覆灭呀！外祖母，大人说了会护着我跟孩子的，皇上那边你也不用担心，都会好的。时间不早了，外祖母早些休息吧。老夫人，我自有我的法子护着他们，你也早些休息。这天晚上，上官慈失眠了。第二日休沐，他来到慕容清的府邸，直接翻墙进去，吓得府兵还以为是有人要行刺。慕容清被他盯得有些瘆得慌，忍不住咳嗽了一声，问他：“你这大清早的是有何事啊？”上官慈反复地打量着慕容清，笑了：“阿青，啊？哦，什么事儿？你说，只要我能做到的，必然替你办妥。”上官慈心中大悦，这才是他的好兄弟吗？阿青，你说，我要你做皇帝。这什么？我要你做皇帝。为何呀？我想活着。他双眼里流露出伤感，让慕容清看得心中一颤。你也想活着？慕容清暗自握紧拳头，他反复地斟酌这句话。确实，他母亲受宠，他又是皇上第一个儿子，从小就被皇帝当作储君养的。直到后来皇后诞下幼子，他母亲不想他过那种明争暗斗的日子，才让他放弃皇位。可今日上官慈这一句我想活着，你也想活着，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。如果太子继位，一定不会放过他的，毕竟他生来就比太子耀眼，到时候皇后也不会放过他的母妃。阿青，你懂我的对吗？对。慕容清目光有些闪烁，他瞧着上官慈捂住的模样，心里微颤。你会答应我的，对吗？上官慈从怀中掏出一封信来，这东西你瞧瞧。慕容清接过上官慈手里的信，打开一看，还没看完，就给气得将信撕了，破口大骂：“哈，他慕容简是疯了吗？怎么做出这等蠢事来？”那信上写的是太子与后宫嫔妃私通之事。年夜饭那天晚上，娘娘把青青接入宫中，不知哪来的一只白猫被她瞧见了，就追着白猫一路跑到了云嫔那儿，结果就撞见了太子他们苟合。好在我夫人聪明，扭头就跑了。不过后来太子一路追赶，估计也瞧见了他。以太子那个性子，绝对是不会放过他的。云嫔也是其中的一个而已。
皇上年纪大了，就算去了后宫，也只是到你母妃那儿或者皇后宫中，其他的妃子就像摆件一样摆在那儿。听闻去年选妃大多数都是太子推荐的，8成也是他给自己准备的吧。行了，这些肮脏事就别在父皇面前说了，省得他老人家这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。太子无才无德，这个皇位，我是没兴趣，不如再瞧瞧其他几个弟弟吧。阿庆，我只信得过你，只有你做了皇帝，我才安心。可我，阿庆，你做了皇帝，我才安心。慕容清与上官慈从小一起在军中摸爬滚打，这么多年的情谊，无论是谁都无法将他们分割的。那也得父皇答应才是啊。我会想办法的，这太子得靠文武百官罢免才好。上官慈笑了。你同意了便好，那我便回去了。哦，对了，青青大概有了身孕，所以你得尽快把太子拉下台才是。什么？慕容清好像是反应了过来，原来他极力的让自己做皇帝，是因为他妻子有了身孕，并非什么他方才说的那般。上官慈，你忽悠我！慕容清气得牙根痒痒，冲着上官慈就扑了上来，张口就咬在他脸上。白青青瞧他脸上的牙印儿，瞬间就愣住了。这怎么了？这是？慕容清那泼皮打不赢我，竟然咬人。白青青突然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若眼前这男人不是自己的夫君，那他一定会歪歪一下他跟大皇子的。你慢点笑，别把孩子给抻着了。上官慈也是没有办法，自己家夫人再淘气也得宠着不是？更何况肚子里可能还有个金贵的，这事儿还没清楚呢，大人不要与谁说道。好，我们进宫吧。你不是喜欢宫里做的梅花肉，我带你去吃。这是上官慈头一次主动说进宫，只为了带他去吃顿肉。不了，这无缘无故的进宫不好。无妨，我们偷偷进去便是。原本无宣诏是不能入宫的，但是皇上给了上官慈特权，他可以随意出入。给本宫瞧瞧，愈发的漂亮了。可惜本宫没这个好福气，没你这样的儿媳。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就知道在外面闲晃，连儿媳妇都没给本宫晃回来。大皇子为人内敛，哪有娘娘说的这般顽劣？许是他不急吧，毕竟遇到一个真心的人也不容易。瞧你这个小嘴甜的，怪不得容爷喜欢。说完给二人闹了个大红脸。今日怎的主动进宫了？可是有什么事儿？来宫里讨一口梅花肉。什么？梅花肉？梅花肉。他面上没什么表情波动，只是嘴角微微上扬起来，给了高贵妃一个若有若无的笑。凌渊，去药厨房准备梅花肉来，多备几份。难得还有你喜欢吃的东西。是我想吃了，所以大人才带我来的。虽然极度不好意思，可也不能让上官慈替他背这个锅呀。难得你肯来，便多待一会儿吧。看喜欢吃什么，我要小厨房给你们做来吃。娘娘再给条毯子吧，她近日身子弱，多给她暖暖。高贵妃倒是没有多想，就让人拿了一条毯子过来给白青青盖上。白青青则是满脸都露着我不好意思的表情，嘴角控制不住的往上扬着。高贵妃看着二人，嘴角恨不得咧到耳根子，心里犯疑了，莫不是这二人做了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情，来宫里找皇上擦屁股了？哎呀，今儿可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！你肯主动进宫了？皇上来了，怎的也不让人通传一声？有没外人？他笑着把手中的食盒放下，坐到高贵妃的旁边。上官慈与白青青起身行礼后，上官慈就扶着他坐下了，这倒是让皇上和高贵妃不解了。儿媳妇儿，你这是哪里不舒服吗？皇上将那食盒往白青青的方向推了推。瞧瞧，岭南运来的甘子，你这儿可是头一份。要说也是你命好，今儿刚到的你就来了。谢父皇。上官慈拿了几个过来，给他包着皮儿，说道：莫要贪嘴，吃多了会上火。啊！白青青想说不，可是人家爹在这儿呢，又不好意思跟他顶嘴。待会儿回去，他肯定央求皇上给他带点回去吃。哎呀，几个甘子而已嘛，喜欢吃，待会儿带些回去。瞧他那个小气劲儿，父皇一会儿让人给你送府上去啊！小气，小气。上官慈哑言，无奈的将剥干净的甘子递给白青青。小心里面的籽。一连吃了2个，当他去拿第3个的时候，上官慈就不让他吃了。莫要贪嘴，吃多了不好。白青青委屈的看了他一眼，低下了头，时不时的用小眼神瞄上几眼上官慈手里的甘子。几个甘子而已嘛，啊，他喜欢你让他吃便是嘛，又不是没有，还拦着他做甚呀？皇上不愿意了，吩咐李斯再给白青青拿几个过去，却被上官慈拦下。若是上了火，该难受了，又吃不得药，不是害他吗？喝点清火的茶不就好了吗？清火茶性寒，那更吃不得。上官慈面无表情的盯着皇上，蹙起了眉头。
怎么着？他这是诚心的想跟自己作对？自己这个年纪有个孩子容易吗？他这个做爹的还一直想着给自己夫人吃粮的。皇上瞧着自己儿子看自己的眼神越来越冷，心中一颤，自己好像也没干什么呀，怎么就又生气了？怎的？是身子不爽吗？若是不舒爽，正好在宫里，要太医给你瞧瞧。说是真的有了什么，就及时的治了。说是真的有了什么，就及时的治了。我没什么不舒爽的，娘娘不要担心。娘娘，女子初有孕需要注意些什么吗？是谁家的？我家的。上官慈嘴角上扬，一听这话，白青青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。说好了不告诉别人的，怎么他这么快就给说出来了？啊，你家的？高贵妃惊得站了起来，她的手一直在发抖，眨眼的功夫眼泪就下来了。容叶啊，你是说你有后了？你皇上也是惊讶不已，他知道上官慈找了洛生治疗身子，可没想到能这么快就见好。大夫说他也不是很确定，还得再过几个月才好确认，只是说脉象有些相似。哎呀，好呀！皇上高兴的脸上的肉都在跟着颤抖了。哎呀，这也算是好事了呀，不管是不是，都算好事一件。谢谢娘娘关心，我会的。原本这事儿没打算说出来的，毕竟也不算是什么好事。他突然苦笑了一声，不再言语。瞎说，这哪里不是好事啊？这是朕头一个孙子，这是大喜。这孩子呀，也是命好。再年过去了，新的一年必然是个好年份，这就是个小福星啊！皇上气得吹胡子瞪眼的。可不要瞎说啊，孩子听了会不高兴的。父皇，这孩子现在不知道的。那也不行。皇上又坐回去了，对李斯说道：去，给朕把小皇孙的东西都给准备准备，都准备好了备着，省得他二人到时候抓瞎。嘿，奴才晓得了。如今皇上也是如愿了。皇上听了这话，脸上露出得意的神色，似乎就认定白青青已经怀了，还是个男娃娃。父皇，这还没确认呢，您现在让李公公准备这些也太早了些吧？这先备着总是好的，这些东西又不会坏。皇上听了这话，有些失落，他是真的很期待这宫里能再有个婴儿的啼哭。上官慈也瞧出皇上的失落，毕竟后宫这么些年都没再有个新生儿，那几个皇子也没生出个一儿半女来，他年纪大了，还是渴望天伦之乐的。这种事啊，急不得。一旁高贵妃急忙劝慰：你们要小心些才是，府里的人还够不够用啊？不够用呢，我派人过去。高贵妃冷静下来之后，便明白白青青口中所说的不是什么好事的意思。上官慈如今的处境，若是让外人知道她能生育，自然会更加忌惮，也更会处处的挤兑她。娘娘放心，我从国里调了人过来，不过……他又看向了皇上。皇上，若有一日，我希望你能放过他们母子。说完，上官慈的眼眸垂了下来。你放什么屁？你少给朕在这里上眼药，你自己的媳妇孩子自己护着去。他知道上官慈指的是什么意思，他绝对不会让那种情况发生的。上官慈就是认准了皇上会这么说，他才说，无非就是提点一下皇上，有人会对他们下手。有皇上这句话，臣就放心了。上官慈说着，往自己嘴里塞了一半橘子。你这个不孝子啊，算计你老子！皇上气得伸手指着他便骂：不孝子！行了，皇上都多大年纪了，还跟孩子一般计较。皇上打算怎么办呢？就要容叶这样下去，要孩子流落在外。这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。上官慈暂时没有办法恢复身份，所以他的孩子也必定是姓上官。算来算去，跟他们慕容家是没有关系的。不行，你得认祖归宗。这孩子是慕容家嫡孙，他得姓慕容。不可能，孩子跟我姓。你敢？皇上脸颊通红，胡子都被吹起来了。我告诉你，这孩子得姓慕容。上官，慕容。高贵妃跟白青青就看着二人在这里因为名字而争吵，觉得有些无力。孩子有没有都没确定呢，他们俩就吵起来了。最后上官慈说了一句话，让皇帝哑口无言。上官家只有我一人。他看着皇帝，眼神里带着些许的怨恨。皇帝本想再反驳几句的，可听了上官慈这话以后，张了张嘴，什么也没说出来。过了半晌，他才红着眼圈说道：这头一胎若是男孩，跟你姓上官，日后再生几胎姓慕容。他知道自己对不起上官慈他娘，这也是他能做的最大的让步了。看二人如此，白青青靠到上官慈身边，握住他的手，笑着说道：父皇都让步了，大人你也让一步吧，大不了我们多生几个。就是，这有什么的？到时候让他们两个多生几个就是了，生他5、6、7、8个的。白青青差点被高贵妃这话给吓死，还5、6、7、8个，当他是母猪下崽呢。皇上面色讪讪，抿了抿嘴，问上官慈：就这样，
行不行？你给句话呀！行不行？你给句话呀！啊，不吱声算是怎么回事？瞧着他一副老母鸡护崽子的模样，怎么他一个皇上还能抢他家的鸡蛋不成？那便如此。上官慈这也算是退让了，皇上心里极为开心。他开始跟李斯在一旁琢磨着孩子将来要叫什么名字好，一边说还一边吐槽：得有个秀气的名字呀，省得将来跟着不孝子一样，就知道气质。李斯在一旁陪笑着说道：皇上嘴上是这么说的，可这心里不是还很高兴吗？哪次上官大人进宫啊，都属您最高兴了，这饭呢都得多吃2碗。李斯是皇上身边的老人了，算是从小陪着皇上长大，自然也清楚皇上的脾气秉性，说话也都是挑着皇上喜欢的说。这个老东西，就你会说话。皇上高兴的劲儿一过，自然也就冷静下来。哎呀，不如真找个机会将你身子好了的事公布了，否则怕孩子以后也会被人诟病啊。大可不必，这事能瞒多久是多久。若是被那些人知道了，肯定是要失眠了。再者，我不想他们母子天天被人惦记着。他们之所以对我才不会太在意，不就是因着我这个宦官的身份？若是他们知晓了我身子无碍，不知道又会想着什么肮脏的法子出来对付我。我倒是不要紧，可青青不行。他是真的有了，你又不能瞒一辈子不是？这些事儿呢，还是早些打算的好。确实。那你打算怎么办呀？皇上看他漫不经心的模样，都觉得着急。然而上官慈却淡淡说道：怎么办？能怎么办？来一个杀一个，来2个杀一双，谁让他们不开眼来寻死？我若是不成全了他们，岂不是对不起他们？哎，你看着办吧，若是办不了，朕替你办了。他这么说，完全是出于一个父亲的私心，更是出于对上官慈母亲的愧疚。这第一个孩子姓上官，他一定要保这孩子平安的。有皇上这句话，臣就放心了。他一直愁找不到什么理由处理太子，既然皇上都这么发话，若是不把握好这个机会，那他岂不是对不起皇上？他们在宫里待了2个时辰，宫里便开始传开了，说是上官慈向高贵妃靠拢了之类的话。这话自然也就传到皇后耳朵。只听闻当夜皇后宫里扔出不少瓷器片。7日之后，姚将军被人护送回来，他从马车里下来，都是被人搀扶着的，走路也都是摇摇晃晃，那右臂处也是空荡荡的。怎么了这是？可是谁给你小话听了？不是的。对了，外祖父回来了，怎么也不休息休息？我听说这大门槛都快被那些人给踩破了。他们也真是的，外祖父是受了伤回来养伤的，怎么就不让人休息啊？唉，都是急于打探消息罢了，都盼着能从你外祖父嘴里得到点什么有价值的消息，哪里是要来看你外祖父的？也不知等了多久，最终还是姚晃说自己身体不适，那些人才肯离去的。姚晃回了屋，瞧见自己这满屋里的亲人，笑了出来。他终于活着回来了。外祖父，外祖父！几个孙子们见了他的断臂，纷纷流出了眼泪来。男子汉大丈夫，哭什么哭？我还没死呢，等我死了再哭。外祖父，乖女啊，外祖父没事儿。我听你大舅娘来信说，你都是要当娘的人了，怎么还这么爱哭呀？都还不一定呢，青儿哭一哭怎么了？他看着摇晃空荡荡的袖子，泣不成声。怎么就这样了？杀千刀的都是些什么东西啊？心儿莫要如此，别动了气啊。他也是心寒啊，自己为轩辕立下汗马功劳，可这位太子还没继位，就想着怎么要他这老臣的命，他怎能不心寒呢？自从得知姚晃受伤以来，他一直都在想有什么法子能给姚晃做一些防身用的东西。直到那天，他又遇见大卫兄弟俩，瞧见他们包里的手雷模样的东西才醒悟过来。火药啊，凭什么人家可以做成武器，而他们就只会做成烟花呢？白芊芊又从大卫那里下了一笔手雷的订单，就是为了给姚晃和自己爹娘驻守边关用的。外祖父，晴儿有礼物要送给你，不过要等2天，等外祖父休息好了才给外祖父。好，那外祖父就等着看看我家乖女的礼物了。那外祖父可要答应青儿，一定要好好休养，早些好起来。好，外祖父会等着我家乖女给我礼物。姚晃说着这话，脸上露出疲倦的神色。好了，都别站着了，该干嘛就干嘛去吧，老夫乏了。哎呀，歇一会儿。一路舟车劳顿，怕是伤口又裂开了。是。哥哥们，情况何事啊？外祖父的伤也不能就白受了，哥哥们觉得呢？怎能白受？就是当真以为我们姚家好欺负啊？前些日子我从一对兄弟那儿得了一样武器，想给几位哥哥看看。什么武器啊？几个少年一听见武器便来了想法。哎，妹妹带我们来这里做甚啊？白青青淡淡一笑，玄霜，这个。他将手雷小心翼翼地交给玄霜。
一会儿把这个拉开，丢到远处，要丢得越远越好，明白吗？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，晚上给你吃肉。是夫人，你想吃肉了吧？他接过白青青手里的东西，按照他的吩咐将环儿给拉开，瞬间使出全力丢了出去。落地的一刹那，只听一声巨响，震得他们耳朵嗡嗡直响。他们呆愣愣地看着原地被炸出的一个坑。姚金不可思议地说道：“这是什么呀？何妹妹，你快告诉哥哥，这是什么呀？就是，妹妹，快说这是什么呀？哥哥去给你买面人糖去。”一旁姚宁也跟着附和：“这东西是我从一对兄弟手里买来的，原来是想着去野外打个野鸡什么的，没想到它威力这么大呀！”白青青俨然一副小白兔的模样，大眼睛眨巴眨巴，可怜地看着他们。一旁的玄霜嘴角抽了抽，心里感叹白青青真是多变。最可气的是，他这几个哥哥居然还相信了，摆出一副心疼的模样，摸了摸他的脑袋。玄霜在一旁看得都快吐出来了。有了这东西，日后出征倒是方便了许多，也是一番利器啊。这东西我们也可以做，方子我那儿有，就是过程比较凶险，要注意的事项极多，怕是制作不易。好，这倒是一件好事，一定要告诉外祖父，让他高兴高兴。姚家四房嫡子姚兴说着：“这事儿先问问外祖父和几位舅舅的意思吧，过2日我让人把方子送过来。”他打了个哈欠，眼泪都快出来了。我有些乏了，哥哥们，我们也回吧。回来的路上碰到一伙人扯着一姑娘就往马车里拖，一旁的老汉死死拉住那姑娘，嘴里喊着使不得。白青青一手拿着包子，一手拿着2串糖葫芦，左右开吃看热闹，怂恿姚静：“静哥哥，你要不要上前去来个英雄救美？说不定还能给我混个小子回来呢。”吃着还堵着你的嘴。姚静敲了一下他的脑袋，玄霜赶紧挡在白青青身前：“姚少爷，这可使不得，我家夫人有孕在身，你可别吓着她了。”上官慈说了，若是白青青有哪里不适，就给她打发到忘忧谷去历练几年。怎的愈发娇气了？女娃娃嘛，娇气些正常的。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？有的话咱们就上去，没有的话咱们就回家。白青青看他们都默不作声，便问：“都没想法吗？那咱们走吧。”瞧那姑娘哭得撕心裂肺，让这几位少年看着心里极为的不舒服。姚兴先开口说道：“总归是瞧见了，也不好坐视不理。”他上前喊了一句：“住手！你是个什么东西啊？敢坏我们的好事！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强抢民女，便是碍了小爷的眼。识相的，赶紧放人，赶紧滚！”哟吼，哪来的臭小子，竟然敢坏我们永宁侯府的事儿！我告诉你，这2人欠了我们侯府银子，今儿个他们还不起，就拿他们闺女来抵着。春香楼我们可是都给他挂了名儿的。哥哥，春香楼是何处？这名字起的倒是不错，是做菜的馆子吗？春香楼是妓馆。他这个妹妹怎么好像什么都忘了一样呢？妓馆啊！姚家几位少年脸上就挂不住了，谁家女娃娃将妓馆2字说得这般痛快？既然知道我们是谁家的家奴了，那便滚开，别碍事儿。说完，他扯着那女子就要走，那女子一把拉住姚兴的袖子：“公子，救救我！求你救救我！”他晓得眼前这少年，他曾有幸目睹过这少年策马奔腾的模样，那是刻在他心里的印记。哟吼，还知道求救了呀？今天谁也救不了你，撒手！说完，他一巴掌打到那女子的脸上，让她的脸迅速红肿起来。永宁侯府是属于太子那一党的，姚家也不好因为这么一件事与他们撕破脸。再者，这是这父女俩欠人家钱，又不占道理。公子，求求公子，救救我家闺女，救救我家闺女！老汉我病了，闺女没法子，才去他们那儿借了钱。我们只借了5两银子，他们却要我们还500两，我们还不起。住手！姚兴冲着永宁侯府的下人喊了一句：“这老汉说的可是真的？”真的如何？假的又如何？你想替他们还也行啊，一口价5000两，你给银子人带走。5000两？白青青自从学会算账以来，对银子就变得特别敏感，尤其是想要动他的银子的时候。他推开面前的哥哥走上前，问着那伙人：“他不过也是与你们借了5两银子而已，你们竟然要还5000两？怎么，狮子大开口也不带你们这么开的？合着你们永宁侯府的银子就那么值钱？还是说他会自己下崽儿，能变得这么多？”咱们永宁侯府的银子就是这么值钱，要么你们给银子，人我给你们，要么就趁早滚蛋，别在这碍眼。放肆！你可知我家夫人是谁？我管你是谁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怎么的？你们还想赖账不成？靖哥哥，永宁侯府和我家夫君谁的官大？姚静一愣，想了想，说道：“论理，永宁侯是1品侯，你家夫君也是1品，也差不多。可这永宁侯到底也是个侯爷，算起来啊，是人家更胜一筹。
不过你家夫君更能和稀泥一些。啊，说他夫君更能和稀泥，那不就是说他夫君更厉害一些？既然是更厉害，那就不怕了。哪怕你们是永宁侯府的下人，也不带这么办事的。他欠你5两银子，我们还你10两。你若愿意就收着，不愿意我们也没办法。你若是不要，就当我们白捡了一个人吧。说完，冲姚鑫伸手，给银子。姚鑫见他这精灵古怪的妹妹，无奈的笑了笑，随后伸手在腰间一掏，掏出来一个荷包递给白青青。白青青从里面翻了翻，翻出几块碎银递过去。那钱给你了，人也放了吧。切，这么点银子就想打发我们呀？我打发叫花子呢呀。说完，他伸手一拍，将白青青手里的银子打落在地，而白青青却顺势跌倒在地上，哎呦哎呦的叫上了。永宁侯府的下人打人了！那几个家仆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，等他们反应过来之后，才发现自己被耍了，便更加愤怒，抬脚就要踹向白青青，吓得玄霜赶紧飞身过去，一脚将那人踢出数米远。与其他几个人动起手来，白青青则是趴在地上看戏。等玄霜把那些人打倒在地之后，才把他扶起来，担忧地望着他。夫人，可有摔着？白青青委屈地说道：“玄霜，我肚子疼。”肚子疼？玄霜给吓坏了，真的以为他摔着孩子，赶紧跟姚鑫说这边要他们自己处理。然后他带着白青青回到上官府。在路上，阿大从一旁闪了过来，玄霜让他进宫去将这件事情通禀给上官慈。原本就不怎么高兴的皇上听到这个消息，脸色立马就变了。他瞪了一眼永宁侯，恨不得将他给踢出去。回朝，上官慈留下。上官慈蹙起眉头，不知皇上这么做是为何。你家媳妇儿与宁国侯府的下人发生了争执，被他们推理吧。你快回去瞧瞧，若是没什么事，就来个人给朕说一声。上官慈听完，立马转身就跑。皇上看着他的背影，突然感叹：“哎，年轻真好。”上官慈赶回府里的时候，只瞧见白青青侧躺在软榻上，一旁的玄霜在给他包干子。青青，上官慈唤了他一声过去，可有伤着？原本紧张的情绪看到这一幕，突然就松了口气。白青青听到上官慈来，赶紧将手里没有吃完的干子塞进嘴里，一边的干子一会儿啊塞进毯子里，笑嘻嘻的看着上官慈：“大人，你回来了。大人怎么回来的这般早？”他扭了扭，暗地里把杆子藏了起来。你怎地与永宁侯府的人动起了手？也不看看你现在是什么身子，还要跟人家动手？他气得气息不稳，原本怕他伤着，结果回来一看，他嬉皮笑脸的不说，还在这里吃杆子。他瞧了一眼一旁箩筐里的皮儿，足足有2寸高。夫人，上官慈笑了，那俊美无愁的脸让白青青有些窒息。玄霜起身站到一旁，瞧着上官慈在发怒的边缘，有些哆嗦。完了完了，他在纵容他家夫人。哎呀，玄霜，你去瞧瞧小厨房里炖的鸡汤是不是快好了？夫人，我去给你看鸡汤。然后3步并作2步的跑出去了。上官慈笑着坐到白青青的旁边，他坐下的一瞬间，脸黑了。白青青听到扑哧一声，有一股液体从上官慈身下流了出来，他的杆子被上官慈给做裂了。白青青觉得自己的心都跟着裂开了，却还要强忍着心痛，挤出一丝笑容面对上官慈。夫人，为夫好像是与你说过，莫要贪嘴，若是起了火，就有的你受了，对吧？是，可也没什么东西可以吃了。我最近总是饿，又不能一直吃肉。你看我这个肚子都肥了1圈了。他拍了拍自己的肚子，确实是圆润了些。瞧着他俏皮的模样，上官慈心里的火气也消了一半，耐心的跟他说道：“你有了身孕，自然会圆润一些，这是在所难免的，也不要忧心。”不一样的，大人，大夫说了，月份小还不确定，我是不会胖的。所以说，这不是我们的崽，这是脂肪。上官慈并不懂他说的脂肪是个什么意思，看他快哭，这才哄着他。不爱的，就算是脂肪，也是你自己吃出来的，自己身上的脂肪，都是自己的东西，就别嫌弃了。那给你，你拿去啊！他实在是受不了了。如今自己正是一个花一样的年纪，却养了一身膘，这要是再有了个崽儿，那他得胖成个什么样啊？青青，别任性。为何与永宁侯府的人动手？我从姚家回来，路上饿了，就去吃了个饭，吃完了准备回来，就看到一群人强抢民女，我就那么路见不平，把刀相助了一下子，然后他嫌弃我给的银子少，就要动手。你给他们银子做甚？他们说那姑娘欠了他们银子，要将她卖到妓馆去。
我瞧那姑娘模样长得挺漂亮的，便想着抢回来给我几个哥哥做嫂嫂，岂不美哉？可是他们也太黑了，开口就要5000两。你给了？没有，我跟新表哥要了10两银子，结果对方就要打我。然后呢？你几个哥哥在做甚？几个大男人就在一旁看着你挨打。我几个哥哥总不好过去和永宁侯府正面发生冲突吧？上官慈敲了他一下，说道：“你以为不动手，永宁侯府那边就会善罢甘休吗？你当真以为你那几个哥哥在这京城是什么无名鼠辈吗？姚家的几位公子，个个出挑文武双全，真当永宁侯府的下人都是有眼无珠，认不出他们。”上官慈是气姚家的几个小子，一个个脑子怎么就转不过来呢？明摆着就是想对付他们而已。大人的意思是，他们是故意的？那父女俩和永宁侯府是一伙的？是不是一伙的我不清楚，但是永宁侯府此举绝对是故意的。是不是一伙的我不清楚，但是永宁侯府此举绝对是故意的。既然能在那赶上，你们的行踪就早被人家了如指掌。白青青看了一眼上官慈，想了想今日这事儿，突然又想到自己带了几个哥哥去郊外试验手雷的事情，若是也被永宁侯府的人知晓，那会有什么后果呢？上官慈见他面色发白，顿时紧张了起来。怎么，可是哪里不舒服？看着上官慈焦急的模样，便说道：“没什么。”你说，我在。上官慈握住他的手，反复揉搓，让他的手暖了些。白青青深吸了一口气：“大人可还记得大卫兄弟2人？得知外祖父受伤之后，我联系了他们，从他们手中买了一样武器。今日就是去给几个哥哥试试效果。若是被永宁侯府的人晓得，怕他们也是会去找那2人的。到时候我怕那2人会妥协，那样的话，属于姚家的功绩不就成了永宁侯府的了？我来处理。不过，你何时与那2人见面的？就是大人上朝的时候，我闲来无事就去他们那儿晃了晃嘛，看有没有什么新奇的东西。聊着聊着，就聊到他们一路漂洋过海来到轩辕，我就好奇啊，那路上不会有水贼什么的吗？他们就说他们带了防身的东西，我就问啊，是什么东西呢？他们就说了是什么什么。他描述的有声有色，而上官慈心里想的却是他背着自己去和别的男人见面。大人，他瞧着上官慈有些走神，伸手在他眼前晃了晃。大人，他心里有些不爽了。下次莫要多管闲事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造化，那对妇女该如何那是他们的命，万一你出什么事，你要我该如何？一听说白青青出事，心里一颤，立马从宫里出来，这一路上大气儿都不敢喘，瞧见人没事才松了口气。你若出事了，我该如何？这话白青青听了，心都跟着颤抖起来。她从前也听过情话，却都没有上官慈说的这么好听。她知道眼前这个男人是真的用心在爱着自己的。大人，我知道了，你放心，若是再遇到，我保证躲得远远的。上官慈揽住他的肩头，细细的琢磨今日这件事儿，不由冷笑。这几个姚家的小子，就是心里明镜似的，今儿个白青青来出头不会有事，所以才怂恿他做这个出头鸟。他摩挲着自己拇指的扳指，微微用力，那扳指出现了裂痕，几个小贝居然算计到他头上。白青青也反应了过来，姚静他们不过是自己没办法出手，而他有上官慈护着，所以才让他做这个出头鸟的，心里一下子就有些不舒服了。他以为哥哥们是真的疼爱他。大人，我这么做会不会给你惹麻烦啊？不会。上官慈摸了摸他的小腹。我会找永宁侯的麻烦。对不起啊，大人。他也清楚是自己冲动了。无妨。过了半晌，他瞧着白青青的精神也不大好，想着他应该也是明白过味儿来，心里难受，便想法子逗他开心，却依然无果。等他睡下后，上官慈领着玄霜让阿大留在府中看守，他们去到姚家。进了姚家，直奔后院，将姚静拖出来就是一顿毒打。姚家还没有反应过来时，将姚静打得鼻青脸肿，一点都看不出原先的模样了。你这是做甚啊？姚静的母亲抱着鼻青脸肿的姚静，心疼地哭了出来。上官慈，我儿与你无冤无仇，你凭什么这么欺负他？上官慈，老夫还没死呢，轮不到你来这里撒野。被惊醒的姚晃来到姚静的院里，怒气冲冲地拔剑指着上官慈。姚家的几位爷也是上前挡在老父亲身前。上官慈，你想做甚？吾儿与你有何仇？你竟然下此毒手，心思歹毒。本座心思歹毒，怎歹毒得过他？上官慈将手一甩，有什么事冲着本座来就是。他们今日怂恿青青去碰瓷永宁侯府的下人，不就是看着永宁侯府的人不敢动本座，所以你们让他上前去碰瓷？哼，还真都是一群好哥哥。如今他怀有身孕，若真出了什么闪失，你们谁来担这个责任？谁来？
上官慈今儿是真的动怒了，他夫人的家里人居然算计他的夫人。他这话一出，姚家几位长辈纷纷看着姚静他们几个晚辈。上官慈说的可是真的？永宁侯府的人一早就盯上了姚家，若今日我们出手，那明日定会有麻烦。再者，那妇女也是青儿想救的，她去再合适不过。他话没说完，就被他娘一巴掌给扇了过去。你个混小子，自己妹妹都算计上了。原以为会有人拦着，结果却是几乎全家都把姚静给揍了一顿。半刻钟后，姚静躺在地上一动不动，何氏看不过去，让人给抬进屋子，叫了大夫。其他几个晚辈见状，纷纷躲进姚静的房间里守着姚静。只见他咧嘴笑了：“看吧，上官慈啊，算是栽在青儿手里了，你们也放心了吧？好家伙，这顿打给我挨的，哎呀！”他早就知道被人跟踪了，不过是将计就计。他出此下策，就是想看看上官慈对他妹妹的心意，结果差点被打死。哎呀，估计啊，你这得躺个10天半个月了。四房家的姚白也感叹：“静哥还是疼青儿的，明知道咱们几个爹娘最疼妹妹，还敢这么干？”就这么一个妹妹，当然要宠着了。也不看她小时候过的是个什么日子呀。白家那个狼窝，上官慈瞧着他们方才打姚静的时候，可真没手软，甚至让他都觉得头皮发麻。这么一家子人，若是像揍姚庆这样揍他，那他可也是扛不住的。今日之事是老夫错怪你了。无妨，本座倒是无所谓，可青青心里定然会难受些日子的。毕竟他把你们姚家的人当作自家人，与白家是不同的。你们如今这么算计，他定然是伤了心的。与其跟本座在这里说这些，不如想想怎么能让他再相信你们吧。上官慈说完，便领着玄霜走了。第二天，上官慈上朝的时候，和永宁侯打了个照面。他笑着与永宁侯说道：“昨日内子给你们侯府添麻烦了，内子年幼不懂事，还望侯爷多多担待。本座记住了。”擦肩的一瞬间，永宁侯差点以为上官慈似乎会将他戳死。永宁侯也没有想到此举会将上官慈给得罪，心里有些后怕。皇上刚入座，便给上官慈使了个眼色。昨儿跟他说了，若是没什么事儿，就派人来说一声。结果他都等到后半夜，也没看到有人来通传，可给急坏了。上官慈却将脸一扭，就当作没瞧见。这个臭小子！皇上在心里骂了一通。皇上，永宁侯府的下人当街强抢民女，被内子瞧见了，上前阻拦，结果被恶奴打倒在地，至今卧病在床，还望皇上还臣一个公道。永宁侯的胡子都快吹起来了，他瞪大了双眼看着上官慈，心里怒骂：这个伪君子！臣惶恐啊！上官大人，此话要臣惶恐。这事儿臣并不知情啊，待臣回去调查一番。若是当真如上官大人所说，臣定当会重罚臣内家仆，绝不姑息。永宁侯说他不知情，你怎么说？无妨。无妨。皇上给气笑了，什么时候他这个儿子也能这么大方？臣已然替永宁侯处理过了，想必这会儿侯爷家里应当也收到了。收到什么呀？听了这话，上官慈冷笑了起来。不管他有没有强抢民女，他打了我夫人是事实，本座要人斩了他的双手，以防下次他再对本座的夫人不敬。他回头看着永宁侯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本座还叫人挖了他的双眼，省得他一双眼睛当鼻子喘气使。本座成全了他这个有眼无珠的名声，人和东西已经给侯爷送回了，想必此时已经收到了。永宁侯忍不住一颤，他心里清楚上官慈这么做不是为了自己的夫人，他的意识里上官慈并不喜欢他现在的夫人，他那么做完全是为了警告自己不要得罪姚家，毕竟是他让人去监视姚家的几位公子的。皇上啊，就算是永宁侯府家的家奴冒犯了上官慈的夫人，可罪也不至如此呀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他怎么能如此对待呢？哪怕对方是下人，可人人平等，他不该如此残害对方啊。永宁侯一党有人出来劝说皇上，处处体现着上官慈为人凶残，目无王法。确实，上官慈啊，你怎么说？皇上也开始和稀泥了。他是家奴，若非有人授意，他怎会行事如此鲁莽？上官慈看了一眼永宁侯，笑了。侯爷，你觉得呢？听了这话的永宁侯额角直冒冷汗。上官大人，这是何意？一旁太子冷哼了一声。哼，难不成上官大人是觉得永宁侯故意为之，人家堂堂一品侯爷会对你家夫人下手？哼，太子多虑了，本座不过是想告诉永宁侯，要他当心自己府里的下人吃里扒外。上官慈冷笑起来。多谢上官大人提醒。哼，你们说来说去，那永宁侯府的下人到底有没有强抢民女啊？怎么还扯到你夫人身上去了？
皇上也不想让别人的目光多注意白青青，赶紧将话题给岔开。这谁知道呢？自然还是要永宁侯调查完了之后才知晓，对吗？既然还没调查完，就表明一切都没个所以然，上官大人就将人断了手，此举恐怕不妥吧？太子看着上官慈得意的模样，就想把他扳倒。一个不能为他所用的人，就注定会成为他的绊脚石。更何况上官慈和慕容兴走得太近了，让他很是不爽。他是否强抢民女，本座管不了，可他那只手不该伤我本座夫人。上官慈看着皇上，故意说道：“臣内子回了府中后，腹痛不止，臣很是忧心。”听了上官慈这话，皇上坐不住了。他联想到上官慈昨夜没有派人通知，那不就是出了事吗？他的小皇孙难道出事了？放肆！你永宁侯府的下人倒是胆子大呀！啊，不管是什么原因，他一个奴仆对一品大臣的内眷动手，谁给他的胆子？谁给的？皇上今年都快60旬了，若是白青青有了，那就是他的长孙，就是他的心头肉。若是因为这个出了事，那他能将永宁侯给活活掐死。臣知罪，臣稍后定当竭力追查，定不姑息那个仗势欺人之辈。父皇息怒，皇上息怒，皇上息怒啊！上官慈看着皇上，神色淡然。皇上切勿动怒，不过是个仗势欺人的下人罢了。上官大人不是也处置了吗？永宁侯也说了会追查，想必这件事儿也并非永宁侯所愿，也定然会给上官大人一个交代的。是，微臣一定会给上官大人一个交代，此事微臣定当公平处理。朕最讨厌的就是那些个仗势欺人的东西。这天下都是朕的子民，朕不想再听闻这些个肮脏事儿。皇上英明，皇上英明。哼，一天天没个正事儿，让你们上朝就是为了来这吵架的吗？皇上气得伸手指着下面的朝臣，看你们一个个吃的溜圆，就只会在这里给朕找麻烦。散了，还有事没有啊？没事就散了，臣有事启奏。姚家大爷上前启奏皇上，家父因重伤已抵达京城，怕是以后再无法回到战场。他没有再说下去了，而是一脸哀伤地看着皇上。皇上也露出悲伤的神色，叹了口气。朕知道了，让老将军好好养伤。是。姚家大爷看了一眼上官慈，对方嘴角往上翘了翘。待出了宫门，姚家几位爷跟上官慈说道：“你怎么看？既来之，则安之。皇上不久后定然会选出新的人选来顶替姚将军的位置，到时候几位舅舅就可为国效力了。”